熬夜猝死后，你重生成了一头龙，还是五色龙中的恶之龙。出生就站在金字塔顶端，不但有着实力强大的黑龙眼，还有2个小受气包叛逆龙妹。此时刚刚破壳，差点没被眼前的巨大脑袋送走。再看看自己的身体，浑身黑色的稚嫩鳞片。萨隆，克里斯坦朗，瓦尔德。你遵循本能喊出这个名字，这是你的龙之真名。黑龙娘看着眼前这个刚刚破壳的小黑龙，喊出龙之真名，心中有了底。看来不是那些低贱的龙兽，这样的话他也算懂事。伟大的五色龙母提亚马特有个交代。随即，他直接用龙爪拽出一具不知道什么动物的尸体，上面还有酸液腐蚀过的痕迹。黑龙和其他五色龙不一样，它们并不喜欢新鲜的肉类。看来这就是黑龙娘给他的孩子们准备的第一餐。你想了想，直接开始吃地上的蛋壳，咔嚓咔嚓，鸡肉味嘎嘣脆。你自得其乐地想着，等以后狗到成年，找几个王国的公主。根据传承记忆，这个世界精灵味道似乎不错，那就再抢几个精灵之类的。反正龙族几千年的寿命够你享受了。吃着吃着，你惊讶地发现自己眼前出现几行小字：萨隆，生命值50，天赋盛宴与激活。盛宴层数灵进度3%，这是什么玩意？金手指仔细感受了下后，你终于明白过来，自己似乎拥有大虫子的部分天赋，可以叠加盛宴。已经吃完蛋壳的你，此时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饥饿感，红着眼睛看向一旁腐烂的尸体，都成龙了还计较啥？于是你扑上去吃了起来。出乎意料的是，味道相当不错。黑龙娘见自己儿子在吃东西，也不再关注，慢慢走向洞穴深处，那里有他的财宝。随着你不断吞噬，进度条也在不断解锁。在吃到100%时，你感觉自己身体浑身一震，随即进入了一个漆黑的空间。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体变得强壮，体型慢慢变大。现在的你并没有感受到饥饿感，你也松了一口气，还好有冷却时间，不然一生都在感受饥饿也太难受了。你蹑手蹑脚地走向洞穴深处，在这里你看到一座财宝山，以及一些盔甲和魔法杖之类的，估计是某些不知死活的冒险者留下的。而黑龙娘就趴在财宝山上睡觉，你能感受出来，这是和黑龙娘完全不同的香味，都是那些财宝传来的。其中最香的是远处的一把巨斧。这时黑龙娘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你，她的鼻孔呼出2口气。你慢慢退了回去，你知道黑龙娘在警告自己，对于恶龙来说，财宝就是他们的第2条命。毕竟抚养孩子只是五色龙母所提倡的繁衍后代任务，而财宝才是自己的。在第2天，你发现其他2枚龙蛋也慢慢的破壳而出，纷纷喊出自己的龙之真名，向这个世界宣告他们的到来。艾米丽、特里斯坦、朗瓦尔德、汉娜、特里斯坦、朗瓦尔德。你瞅了瞅2只小母龙，只感觉更像了。你看了眼还在洞穴睡觉的龙娘，随即走到2只小龙妹面前。2只龙妹还在吃自己的蛋壳，见你走过来也没有在意，你伸出龙爪，毫不客气地抢了2个妹妹的一些蛋壳碎片。你要为之后的盛宴做好准备。稚嫩的吼声传了出来，恶龙可不会有兄妹情深的说法。艾米丽看着眼前这个大哥，内心很是抵触，这家伙居然胆敢抢自己的东西。你随手将艾米丽的龙头按在了地上，让她只能啃土，顺嘴叼起了最大的一块蛋壳。乖，让大哥尝尝鲜。你用龙语安慰道。艾米丽想反抗，但是她用尽全身力气，都无法从你的一只龙爪下抬头，2只后腿不停地踢打着地面。她狂怒道：可恶的家伙，居然这么对待未来伟大的黑龙女王！但是只能吃了一嘴的土。他想不明白，不过比自己早出生1天的哥哥，差别为啥这么大？一旁的汉娜看着眼前的一幕，急忙将自己的蛋壳聚拢到一块，开始疯狂吞噬起来。你一看这可不行，放开了压制着艾米丽的龙爪，提起汉娜的脖子将她推到一边，也挑选了其中最大的1枚蛋壳。2个妹妹之间要公平。有了刚刚的前车之鉴，汉娜没有做无谓的抵抗，任由你拿着蛋壳扬长而去。你将蛋壳和之前的魔兽尸体放在一起，随后趴在了旁边，静静地等待盛宴的开始。趁这时间，你也慢慢整理自己那庞大的龙族传承记忆。刚刚你也不是有意欺负2个妹妹，你必须确保自己大哥的地位，这样以后黑龙娘给食物的时候，自己才能占据主导地位。一切都是为了盛宴啊！2个龙妹很快吃光了属于自己的蛋壳碎片，随后盯着远处的魔兽尸体流哈喇子。艾米丽终究还是忍不住自己的本能，她向魔兽尸体慢慢靠近，而汉娜则是在观察你。她看见姐姐艾米丽如同小狗一样扑了上来，开始撕咬，然后就被你提起脖子扔到一边。这是母亲为我们准备的，你不能霸占！艾米丽张牙舞爪地盯着你，汉娜则是可怜巴巴看着你，希望得到一些。你觉得母亲会理会这些小事？你没在意艾米丽的威胁。艾米丽闻言沉默了下来。五色龙之间本就亲情淡薄，这种事情黑龙娘大多不会理会。你感觉自己可能有些过分，于是上去撕下2块肉丢给2个龙妹。这就当做蛋壳的交换，不够的话就去吃土得了。龙妹强大的胃囊是可以消化土，2只小龙妹尽管还是有点愤愤不平，但是也只能认命。可恶！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好好教训萨隆。艾米丽恶狠狠地吃着肉，仿佛这肉就是萨隆一样。汉娜则是边吃边看向自己的大哥。1天后，你终于等来了熟悉的饥饿感，快速扑到魔兽尸体旁开始啃了起来，顺便吃点妹妹们的蛋壳当调味品。而盛宴的进度也在逐步增长。在你将魔兽肉吃完后，你的盛宴还是卡在了9层。你感觉自己更饿了，转身看向2只小龙妹。艾米丽和汉娜本能地缩了缩脖子，嘴中发出威胁的低吼。你强忍着不去理会2个妹妹身上的香味，随后将注意力放在了魔兽骨骼上。你开始捡那些脆骨和肋骨进行吞噬，咔嚓咔嚓。萨隆的牙齿怎么这么坚硬？那可是
魔兽大角牛的骨头啊！汉娜震惊地看着你的吃相，这种骨头幼龙肯定咬不动，能消化是能消化，但是咬不动就吞不下去。而萨隆好像很轻松地吃着骨头。终于，盛宴进度到达100%，你随便在洞穴找了个地方，避开黑龙娘和龙妹的目光躺了下去。漆黑的空间中，你的鳞片变得越来越坚硬，爪子和牙齿更加的锋利，四肢也变得粗壮。短暂的改造结束，你睁开眼睛看着自己的身体，体型长到了接近4米，骨骼肌肉密度也有了很大增长。你慢悠悠向2只龙妹走去，艾米丽和汉娜此时正抱着魔兽腿骨，趴在地上不停地舔着。你看着2个妹妹的傻样，摇了摇头，这傻样也不知道怪谁。艾米丽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你，随即也打量起来。好家伙，这还是刚出生几天的黑龙吗？红龙、幼龙都没这么强壮吧？你低下头咬住汉娜抱着的骨头，汉娜下意识地松开了骨头。可恶的萨隆，你连骨头都不给我们留吗？艾米丽直接炸了，你没有理会她，用力一咬，骨头直接断成了几截，露出了里面的骨髓。这是奖励给你的，你对汉娜说道，随即走向远处的其余骨头。虽然盛宴在冷却，但你可是真龙，正常发育，虽然比不上盛宴，但是蚂蚁再小也是肉啊。汉娜呆呆地看着你的背影，又低头看看旁边咬开的骨头，感觉自己这个大哥好像还不错，于是开始低头吸食起了骨髓，吃起了地上的骨头渣子。艾米丽看着汉娜那里的骨髓，又看了看自己龙爪中的骨头，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凑到汉娜面前，暗暗吞了一口口水。汉娜，你不会被他用几根烂骨头收买了吧？你别忘了，我们才是一起的。可是骨髓真的很好吃啊！汉娜一边吃一边说道。你气死我了！艾米丽感觉自己要炸了。汉娜看了看艾米丽，往她嘴里塞了一根带骨髓的骨头碎片。呜呜，艾米丽咀嚼都没咀嚼，就直接咽了下去。好香！一旁的萨隆还在解决剩下的骨头，他的目光看向了洞穴深处。黑龙娘还没有出来啊！其实她出不出来无所谓，关键是这顿吃完就没了啊！身为龙妈该出去捕猎了吧？可是萨隆已经将魔兽骨头都嚼碎吃完了，也没见黑龙娘出来，他感觉有点不妙了。不过萨隆他自己可不敢去找黑龙娘，想了想，他看向了2只龙妹。你们说，母亲这次会去带什么猎物回来？是凶暴种还是魔兽？萨隆舔了舔嘴唇，应该是魔兽吧，毕竟母亲可是成年黑龙。汉娜若有所思地说道。不用想了，肯定是强大的魔兽。说到这个，艾米丽来了劲。可是母亲好像并没有要出去捕猎的意思。汉娜弱弱地说了一句：“母亲可能忘记出去捕猎了。我记得之前看到她趴在自己的财宝山上面。”萨隆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财宝山。”艾米丽和汉娜的眼神似乎都冒着金光，他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财宝。身为真龙，没有财宝简直是一种折磨。不过可以去看看别人的也好啊。萨隆看着2人上钩的样子，暗自摇头。真龙对于财宝真的毫无抵抗力，就算他自己都想要很多财宝，只不过前世为人的思想让他对这玩意儿没那么看重。但财宝以后肯定要收集的，毕竟盛宴进度需要这些的。艾米丽和汉娜晃晃悠悠地向着洞穴深处走去，萨隆则在原地趴了下来，仔细注意着里面的动静。没过几分钟，随着一声愤怒的龙吼声，一条小黑龙直接飞了出来，重重地砸在了地上。正是艾米丽，她身上的一些鳞片都破碎了。随后惊慌失措的汉娜也跑了出来。怎么回事？萨隆有点奇怪，问个饭而已，咋还成这样了？在他的推算中，黑龙娘最多懒得不想出去捕猎了，不至于对自己的雏龙出手了。可以看得出来，艾米丽的伤势并不严重，看来黑龙娘还是手下留情了。艾米丽哼哧哼哧地站了起来，可怜兮兮地找了个角落趴了下来。我们叫不醒母亲，艾米丽以为母亲熟睡了，所以想偷偷拿1枚金币。汉娜结结巴巴地说道。萨隆看着艾米丽有点无语，真龙对自己的财宝可是相当上心的，别说黑龙娘在了，就算没在艾米丽偷拿1枚金币，黑龙娘回来也会立马发现的。真龙对自己的财宝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深刻的，哪个金币在哪个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真龙在漫长的生命中，除了睡觉干的最多的就是数自己的财宝。再说了，谁给的勇气在一头成年真龙的脚下偷东西来着？即便那只是1枚金币。萨隆叹了一口气，看来还是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石谷沼泽中的一处水面，一个黑龙的脑袋慢慢露了出来，这是萨隆第一次走出龙穴。黑龙娘的洞穴在一片巨大的沼泽地里面，它的洞穴类似于前世萨隆知道的河狸的洞穴，所以萨隆要出去必须得下水。不过黑龙是天生的游泳高手，可以进行水下呼吸，萨隆很轻松就出了洞穴。放眼望去，这里到处都是瘴气，普通人在这里根本没有办法待下去。不过不远处的岸上倒是有一片森林，应该有猎物吧。黑龙娘的巢穴旁边都是龙威，不管是普通的野兽还是魔兽都不敢靠近的，所以为了捕猎，他必须去距离巢穴远一点。对于自己的安危，萨隆知道得很清楚，但是盛宴是他在这个世界崛起的根本，他可不想有一天成为屠龙者们的功绩。萨隆慢慢地游到了岸上，山洞双翼甩干了翅膀上面的泥水，收敛了自己身上的龙威，静静地感知着周围的一切。现在他还太小，体内的魔力不足以支持他飞行，而且即便能飞，他也不会选择飞行，毕竟飞行魔兽还是很多的。萨隆身上带泥浆的黑色鳞片和周围的土地完美地融为了一体。真龙的感知异常的敏锐，而萨隆的生命值很高，这让他拥有远远高于同龄真龙的感知。远处似乎有什么声音，还有血腥味。萨隆悄无声息的，如同一个老练的猎手一般，向着丛林深处慢慢的走去。一片茂密的丛林中，5只恐狼
狼正在吃着一头大角鹿的尸体。萨隆躲在树丛后面看着这一幕。恐狼是凶暴种，还不是魔兽，因为它们没有魔力。但是眼前的恐狼也不容小觑，5只恐狼个个体型比起前世的小牛犊还要庞大，但是萨隆的体型比起其中任何一头都要庞大。恐狼们锋利的牙齿不断地撕咬着尸体。萨隆权衡了一下双方的战斗力，他感觉自己应该能行。想到这里，他开始慢慢地靠近恐狼们，而恐狼们即便在进食身为野兽的警惕性也很高。萨隆将目光看向了其中相对其他恐狼大了一圈的一只恐狼，看样子这家伙应该是这个小团体的头领了。他此时正在享受着大角鹿身上最为鲜嫩的内脏。就在恐狼首领将头整个塞进大角鹿的肚子的那一刻，萨隆出击了。吼吼吼！恐狼们的反应很快，但是萨隆的动作更快，他直接一口咬住了距离最近的一头恐狼的喉咙，锋利的牙齿瞬间咬断了恐狼的喉咙，扯出了他的喉管。这只恐狼只是发出了一声哀鸣就倒了下去，其他4只恐狼包括首领在内直接被萨隆这一下偷袭给震住了。恐狼首领没有第一时间攻击，他对着萨隆露出了自己的牙齿，不断嘶吼着。他在权衡双方的战斗力，身为首领，他的智商自然比起其他恐狼强很多。看着萨隆漆黑的龙鳞和双翼，恐狼首领认出了眼前的生物是黑龙，但是不是成年龙，是幼龙，不对，应该只是雏龙。在确定双方差距的第一时间，恐狼首领一声嘶吼，其他的3只恐狼一起包围了萨隆。萨隆此时嘴里还叼着死去的恐狼，恐狼那温热的血液流进了他的肚子里。此时他感觉到一阵兴奋，这种猎杀的感觉真好，他感觉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觉醒了。萨隆看着眼前4只恐狼将自己当成了猎物，没有丝毫的惧怕。他松开了恐狼的尸体，2只前爪踩在其尸体上面，张开双翼，发出了一声龙吼。后，3只恐狼在首领的命令下冲了上来，萨隆没有锁，而是正面迎了上去。砰砰，萨隆和其中一头恐狼撞在了一起，恐狼瞬间被他撞飞，隐隐约约听到了恐狼身上的骨头断裂声。另外2头恐狼趁机咬向了他的脖子和一边翅膀。萨隆按住了咬向他脖子的那只恐狼，锋利的爪子直接插进了他的身体中，利齿也咬中了他的脊椎。咔嚓一下，恐狼的脊椎应声而断，但是他的一边翅膀也被另外一只恐狼咬住了，翅膀上面的鳞片不足以阻挡恐狼的牙齿被直接咬穿。这时恐狼首领趁机冲了上来，他那强壮的上下颚对准了萨隆的喉咙。萨隆冷冷地抬起了头，早就等着你呢。噗噗，一股锥形的酸液从萨隆的口中喷了出来，直接覆盖了恐狼首领的整个脸颊。嗷呜嗷呜，恐狼首领头上的皮毛冒起了烟，这是皮毛被腐蚀后的现象。最要命的是，有一些酸液直接渗透进了他的眼睛里面，他已经瞎了，只能痛苦的原地打滚。萨隆在吐出酸液后，迅速将咬住他翅膀的那只恐狼按在地上，一口咬断了他的脖子。这时一阵清凉的气息从萨隆的身体中出现，刚刚被咬穿的翅膀正在慢慢愈合。萨隆知道这是肉食者的天赋在起作用了，他站起来结束了被咬断脊椎的那只恐狼的生命，随后也帮恐狼首领结束了痛苦。刚开始那只被撞飞的恐狼也因为全身骨骼碎裂而痛苦的死去。此时随着体内清凉气息越来越多，萨隆翅膀上面的伤口也快速的愈合了，看上去跟之前没什么不同。萨隆看着自己的战果，内心很是兴奋，虽然只是掠食者中比较低等的恐狼，但是他能凭借雏龙之身几乎无伤的解决他们也很厉害了。换做汉娜和艾米丽来着，几只恐狼就可以轻易的撕碎他们。恐狼首领很聪明，他先让其他的恐狼试探自己，而他自己则趁机找出萨隆的破绽。但是萨隆嘴中积蓄的酸液就是为他准备的，只是让萨隆郁闷的是5色龙中只有红龙可以喷火，而黑龙只能吐酸液，黑龙没有喷火的喷吐器官。萨隆直接开始吞噬恐狼的尸体，他切开恐狼的肚皮吃里面的肝脏，不是魔兽肉终究还是差了些。可惜盛宴还没有冷却完成，但是在萨隆的估计中，这5只恐狼加上那具大角鹿都无法让他进行第3层盛宴的完成。魔兽的肉所蕴含的能量比这些无魔的恐狼肉强太多了。这时一只3米多长的花豹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冲着萨隆发出了一声低吼。这可不是地球上的花豹，它的体型比起前世的老虎还大，肌肉也更为强壮。花豹垂涎欲滴地看着满地的尸体，萨隆抬头看了他一眼，就继续吃恐狼的尸体了。一只打算投机的花豹凶暴种类，他还没有放在眼里。花豹见萨隆没有反应，胆子大了起来，压低身子走到一只恐狼尸体面前，打算叼走。萨隆见状停止了进食，向着花豹走了过去。花豹见状迅速丢下恐狼尸体逃之夭夭，毕竟碰到5只恐狼，就算他自己也只能逃跑，而且他是独居动物，受伤就意味着大概率死亡。萨隆没有将所有的恐狼尸体全部吃完，他只吃了2只，是连骨头都吃了的那种。自从牙齿进化后，他就感觉有时候骨头比起肉更加香。其他的尸体包括大角鹿的都被他藏在了沼泽地中。在晃悠了一段时间，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后，吃饱喝足的萨隆走向了龙穴。汉娜和艾米丽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艾米丽还在舔舐自己的伤口，时不时的看向洞穴的深处。2只小龙妹见自己的大哥回来，也没有怎么搭理。看来黑龙娘并没有出去捕猎，本来还想再吃高阶魔兽肉的。萨隆也没有在意2只小龙，他们吃没吃东西关自己啥事。经过汉娜旁边的时候，他抽了抽鼻子，有血腥味，结合自己大哥的身体，他觉得萨隆肯定出去自己捕猎了。想到这里，汉娜瞬间来了精神，她兴奋地爬到了萨隆的身边。萨隆，你是不是出去捕猎了？汉娜出声道。那又怎么样？萨隆懒洋洋地瞅了他一眼。汉娜本来想说自己也想要分一点点，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萨隆，其实你昨天出去的时候，我也悄悄溜出去了。汉娜犹豫了下说道。你居然敢出去？萨隆惊奇地看着汉娜，自己那是胆大心细，有2层盛宴强化后的身体为资本才敢离开龙穴的。汉娜这么个小不点怎么敢？
几只恐狼就能要了他的小命。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那里有很多猎物，我想和你一起在那里开辟一个临时巢穴。汉娜解释道，她也知道继续待在这里是没啥前途了，只是他们还小，需要母亲进行庇护。虽说真龙可以吃土维持生命，但是有肉吃谁还想着吃土去？猎物什么的，我现在不感兴趣。萨隆兴致缺缺地看了汉娜一眼。魔兽也不想吃吗？汉娜有点惊愕。魔兽？什么魔兽？而且你居然敢自己出去！萨隆一下子来了兴趣，毕竟黑龙母亲在这里应该住了很久了，以至于周围根本没什么魔兽，大部分应该都被他吃完了。我本来是想跟着你一起去的，但是后面跟丢了，最后发现了魔兽猎地熊。汉娜支支吾吾地说道：“好家伙，居然敢跟踪自己！”眼看着萨隆眼睛里面似乎有些不对劲了，汉娜急忙补充道：“其实你离开巢穴后，我就没有再跟上你的踪迹了。”萨隆点了点头。猎地熊成年应该是5级魔兽吧？我们这种雏龙级别怎么可能对付得了？猎地熊这种魔兽，根据传承记忆中的记载，可不是一般的魔兽，成年有5级的实力。这种魔兽只有青少年龙才能从正面猎杀。那只猎地熊应该受伤了，我看它身上流了好多血，而且它应该还没到5级。汉娜缩了缩脖子。萨隆听后思考了片刻，自己的盛宴即将冷却完毕，这意味着必须为盛宴做准备了。那么这只猎地熊可以去看看。走吧。萨隆站起了身抖了抖翅膀，汉娜开心地跟在了后面。一旁趴着的艾米丽耷拉着眼皮，看了2人一眼，没有说话。2只雏龙还想着去捕猎魔兽，别被魔兽吃了都算好的。石谷沼泽外围的一处森林中，萨隆和汉娜悄无声息地走在这里。你确定猎地熊在这里？2人走了半天，除了树还是树，偶尔会遇到一些小野兽。我就是在这里遇到的。汉娜也有点着急了。萨隆思考了一下，随即将目光看向了远处的一只大角鹿。在他的突然袭击下，这只大角鹿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就被咬断了脖子。汉娜看着萨隆干净利落的样子，咽了口口水。这是给我们吃的吗？想得美，这是给猎地熊吃的。萨隆看了看他，随即熟练地将大角鹿开膛破肚，顿时血腥味向着周围传了过去。萨隆根据传承记忆知道猎地熊这种魔兽的嗅觉相当的灵敏，只要还在这片，那么他一定会来的。好了，现在你在这吃吧。看着汉娜渴望的样子，萨隆说道，随即他自己躲到了一边的草丛中藏了起来。汉娜看着萨隆的样子，凭借他的聪慧很快理解了萨隆的意思。你是让我在这里当诱饵？那不然我当诱饵，你来突袭杀死猎地熊。萨隆头也不回地说道。还是你来吧。汉娜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随即汉娜开始吃起了大角鹿。她一边吃一边警惕地看着周围。萨隆看着她专心做着诱饵的事情，点了点头，以后可以多带带这个小龙妹。过了一会儿，一只巨大的黑影慢慢地靠了过来。萨隆注意到了那里，凭借他的视力很清楚地看到了远处的生物，一只黑色的巨熊，4只熊掌上面有土黄色的毛发，只是它此时的状态似乎不太好，全身上下都有零零散散的刀伤，这对于他来说估计只是皮肉伤，但是在其脖颈位置插着半只黑色的剑矢。萨隆仔细感知了下，看来这头猎地熊确实是受伤了，应该是遇到了某支佣兵团队。猎地熊黄色的瞳孔死死地注视着远处的汉娜和猎物大角鹿，生物本能告诉他吃了那只小龙会有很大的好处，到时候不仅仅他的伤势会恢复，实力也会强大很多。终于他忍不住了，伏低了身子，像一辆坦克一样冲了过去。汉娜刚刚没吃几口就被忽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看到冲来的猎地熊，汉娜连嘴里的肉都来不及咽下去，瞬间跑了开来。汉娜的体型很小，所以跑起来很是灵活。猎地熊受了伤，行动有些不便，但是他依旧很坚定地向着汉娜冲去。汉娜此时才发现自己刚刚为了吃东西没有准备好退路，该死的，知道自己是诱饵还这么贪吃，结果跑着跑着就被逼到了一个石壁下面。猎地熊直接人力而起，他那庞大的体型直立起来超过5米，看上去充满了压迫感。萨隆大哥，快来救我啊！汉娜感觉自己此时是那么弱小无助。此时猎地熊很是兴奋，一路上被那些可恶的家伙追击，他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了，此时正好发泄出来。就在这时，萨隆悄无声息地出击了。萨隆挑选的时机很准确，此时猎地熊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龙妹的身上，完全没有注意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萨隆双翼一震，整个身体直接跳了起来。在双翼的加持下，这一次的速度异常的快，他直接跳到了猎地熊的背后，一口咬住了猎地熊的一只眼睛。剧烈的痛苦让猎地熊忍不住大声哀嚎起来。如果是往常，他绝对不会发现不了这种偷袭，但是受伤还有眼前唾手可得的雏龙，让他失去了野兽应该有的警觉。猎地熊硕大的熊掌抓住萨隆的身体，试图将他摔下来，但是萨隆锋利的爪子死死地刺进他的身体内部，拽都拽不下来。汉娜急忙远离了战场，他感觉自己的小身板可挨不住。猎地熊见甩不掉萨隆，也发了狠，直接向着石壁撞去。萨隆看出了他的意图，不过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顺势从其身上跳了下来。此时的猎地熊痛苦无比，他的面颊上面鲜血直流，显得无比狰狞，因为在萨隆的嘴中还叼着他的一颗眼珠子。萨隆将嘴里的肉块咀嚼了一下，咽了下去。魔兽的肉就是不一样，他也感觉自己的性格似乎越来越残暴了。他不知道是龙性影响了他，还是前世那种长久以来的社畜生活太压抑，让他在这个世界爆发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他还是他。这一幕落在猎地熊的独眼中，让他差点失去了理
致。被那些该死的人类追杀的时候，他都没有受过这种伤，但是眼前这只幼龙居然如此凶残。猎地熊大吼一声，他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些土黄色的魔法能量。魔兽之所以强于凶暴种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能感知魔法元素，释放魔法。只见7、8根土黄色的刺迅速从萨隆下面的地面向着他刺去。萨隆在看到猎地熊释放土元素能量的一瞬间就做出了反应，但是还是被其中一根的刺中了身体。猎地熊身体表面黄色的光晕一闪而过，刚刚冲出地刺范围的萨隆却感觉身体突然变小，紧跟着动作也迟缓了下来。土系迟缓术。萨隆没有惊慌，想不到这只猎地熊的资质这么高，这种魔法都能施展出来。吼吼吼！见萨隆被限制后，猎地熊给自己施加了一个食肤术，就横冲直撞了过来。他仿佛看到了萨隆骨断筋折的场面，到时候他要活活吃掉这只幼龙。萨隆想着，按照一般的剧情，自己一个滑铲是不是就可以将猎地熊开膛破肚？光亮术。萨隆使出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的第一个龙女魔法。光亮术作为一种照明用的生活辅助类魔法，事实上在龙族中用的并不多，因为真龙的视力即便在任何漆黑的夜色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而萨隆则用自己几乎全部的魔力来施展光亮术，使其达到闪光弹的效果。骤然出现的亮度让仅剩一只眼睛的猎地熊很是难受，这让他短暂地失去了视觉。吼吼吼！猎地熊张开大嘴怒吼着，萨隆积蓄已久的毒液如同利剑一般直直地喷到了猎地熊的嘴巴里面。吃吃吃！猎地熊此时连惨叫都无法发出了，酸液腐蚀了他的喉咙，没过一会儿他的嗓子就冒烟了，庞大的身体随之失去了重量，倒在了地上。魔兽的生命力很顽强，猎地熊此时还有勇气，他那独眼看着萨隆一步步靠近。别怪我，这个世界就是这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萨隆叹了一口气，随之结束了猎地熊的痛苦。猎地熊的眼中露出了解脱的欲望，而猎地熊死亡后，肉食者技能发动，萨隆身上的伤口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汉娜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萨隆，你真厉害，猎地熊都被你杀了。汉娜看着猎地熊的尸体开心道。萨隆没有回话，而是将前爪伸进猎地熊的脑门中寻找什么。一个棱形的土黄色晶体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果然，这么强大的猎地熊体内肯定有魔晶。这时汉娜慢慢地摇晃萨隆的大腿，萨隆看了他一眼，等我吃完了，剩下的都归你。万一盛宴不够怎么办？哈！看着眼前体型庞大的猎地熊，汉娜心中一阵欣喜。这么大的猎地熊，即便萨隆再能吃，估计一半都吃不到，那么剩下的都归他了。而萨隆看着眼前的面板上面的盛宴，终于冷却完毕了。开启盛宴，熟悉的饥饿感席卷全身。萨隆开始吃猎地熊的尸体，先从4个熊掌开始。即便是生的，但是魔兽肉中蕴含的魔力还是让萨隆一阵舒爽，很 Q 弹。而盛宴的层数百分比也开始发生变化，20%、30%。在足足吃了一半以后，第3层盛宴百分比才到50%。这个时候，萨隆开始吞噬猎地熊的内脏、熊胆和心脏之类的香味更加的浓厚，随后就是一些骨头之类的。在吃了一半的骨头之后，萨隆将目光看向了手中的魔晶，上面有着更加浓郁的香味。萨隆没有犹豫，直接吞了下去。随后，盛宴第3层的层数终于到达了100%。萨隆对着汉娜说道：“剩下的归你了，但是你最好快点。附近可能有其他的掠食者。”随后快速地向着尸骨沼泽中航去。汉娜急忙扑了上来，开始狼吞虎咽。刚刚萨隆那个样子，他还以为萨隆要将整个猎地熊都吃完了，还好还剩了一些，虽然不多，大概只有1/4左右，但是这也足够他吃了。萨隆没有回龙穴，而是在尸骨沼泽中随意开辟了一个小洞穴，躺了进去。熟悉的黑暗空间中，萨隆静静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一步步地变强，不断地成长。这次好像不一样。萨隆将目光放在身体中出现的土黄色光点上面，重生巨龙叠加10万层盛宴无敌。就在萨隆进行第3层盛宴蜕变的时候，一队雇佣兵悄悄地到达了尸骨沼泽外围的一处森林中。一行5人谨慎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迪利亚，你确定那头猎地熊来到了这里？一个身材强壮的金发壮汉说道，他的背后背着一个漆黑的大盾牌。索托斯，我很确定，那头猎地熊身上带着我的魔法剑矢。魔法剑矢的定位指向了这里。一个身穿绿色紧身衣裙、背上背着一个箭袋的少女说道：“仔细看少女那尖尖的耳朵，还有粉色的头发，就可以看出她并非人类。”没想到那头猎地熊这么能跑，居然跑到了这里。另外一个年轻人打了个哈欠。那万一他没有魔镜怎么办？另外一个和这个年轻人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男人问道。他们2个和队长索托斯一样都是战士，不同的是他们是剑士，队长索托斯是盾战士。这头猎地熊肯定是有魔晶的，虽然它还没有成年，但是它比我们遇到的5级魔兽还要难缠。迟缓术可是重力掌控的前置魔法，而它居然可以轻易的使用，说明这头猎地熊的天赋确实不错。队伍中唯一的魔法师是一个穿着白色高贵法师袍子的年轻男人。比尔，你就放心吧，我们肯定可以拿到魔晶，让你顺利的晋级5级魔法师。而且那头猎地熊身上的材料也足够我们发一笔了。队长索托斯笑道：“他们这次狩猎这头猎地熊，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队伍中的土系魔法师比尔要晋级了，需要一颗土系魔晶。谢谢大家了。”比尔一副感动的样子。不用客气，我们都是一起的兄弟。索托斯豪爽地说道。迪利亚看着这一幕，内心充满了平静。自己一直所渴望的不就是这些吗？这种友情。可是根据情报，尸骨沼泽中可能有成年黑龙的存在。迪利亚突然说道。成年黑龙？我们这次去可不是为了屠龙，不会深入尸骨沼泽的，只是在外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而且之前不是也有佣兵团
去过石谷沼泽，但是安然无恙的回来了吗？索罗斯思考片刻后说道：“老大，我感觉等我们实力再强大一些，就可以去屠龙了，享受屠龙者的无上荣耀。”双胞胎中的剑士劳瑞眼中露出金光。劳瑞，不要小看任何一头巨龙，他们不是我们可以对付的，只有传奇佣兵团才能对付巨龙。索罗斯郑重说道：“身为队长，他必须为整个团队负责，不然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葬送整个团队。”放心吧，老大，我就是开玩笑而已。一行人就这么向着森林中走去。与此同时，萨隆终于结束了自己的蜕变。萨隆，生命值120，盛宴层数3，盛宴冷却时间5天，天赋1，肉食者，你可以通过杀死敌人来恢复生命值和能量，恢复数值由敌人的生命能量的多少决定。天赋2，土系魔法元素亲和，你拥有了强大的土系魔法天赋，多了个土系魔法元素亲和的天赋也还不错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土元素亲和有多强。此时萨隆确实能感受到无数的土黄色的光点元素似乎在空中，要知道这可是石谷沼泽，他居然可以感应到这么多的土元素。可是在他的传承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土系魔法的传承，毕竟他是黑龙，而且真龙一般不会去有意学习什么魔法之类的，躺着睡觉就能成长到强大无比的境界，谁还去修炼？萨隆来到水边看看自己的身体，此时长度应该有4米多了，而且身材更加的粗壮，几乎摒弃了传统五色龙的那种纤细的外表，脖子变得比较短而粗，龙头变得更加的大，脸部的肌肉密度更是增强了很多，用来支持他那强大的咬合力。头上2只龙角更加的狰狞，似乎要冲破天际。萨隆毫不怀疑他们的锋利程度，而且在2只龙角下面似乎又有2只小小的龙角向着脑后延伸，好像越来越像死亡之翼了。不对，应该是比死亡之翼更加的帅气。萨隆自得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样子，他感觉如果之前还是那只猎地熊，自己不需要任何的诡计就可以将其正面打败。不知道汉娜那边怎么样了？索罗斯一行人躲在阴暗的草丛中，看着外面的一切，众人脸上的表情此时非常的精彩，有吃惊，有害怕，但是更多的是兴奋。他们没想到自己等人只是追着猎地熊的踪迹来这里，居然有这种大发现，因为他们居然发现了一头黑龙雏龙。看着外面那只毫无警觉性的吃着猎地熊尸体的雏龙，双胞胎兄弟的眼中都在冒光。队长，我们必须冷静，猎地熊不是眼前这头雏龙可以杀死的，所以这里一定有成年黑龙，我们应该赶快离开这里。精灵女射手冷静地说道：“队长，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一头黑龙雏龙的价值不用说都知道有多高，这可能是我们这些人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劳瑞眼睛放光地看着小黑龙，这种雏龙简直就是送到嘴边的食物，只要将其活捉，不管是卖给那些王室子弟还是自己培养，这样他劳瑞以后就是龙骑士了。一头巨龙的寿命可不是人类可以比较的，听说一些龙骑士会让巨龙施展生命共生的魔法，这样可以分享到一半巨龙的生命，活个几百上千岁，这就是一个强大家族的诞生资本啊！劳瑞已经在幻想自己骑着巨龙那威风凛凛的样子了。索罗斯脸上露出挣扎，他看了看众人，劳瑞和他的哥哥脸上都是激动的表情，而迪利亚则一脸抵触。比尔低头默不作声。大家投票表决吧，这样公平一些。谁赞成出手？索罗斯出声道。劳瑞兄弟立马举起了手，一旁的迪利亚抱着自己的弓箭沉默不语。我也不赞成去，风险太大，我必须为……就在索罗斯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直低着头的比尔突然也举起了手。比尔，你……迪利亚不可思议地看着比尔，在他的印象中，比尔不是这么不理智的人。迪利亚还有老大，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知道一头雏龙的价值。劳瑞说的没错，我们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种机会了，抓了雏龙直接就走，谁也拿我们没有办法。比尔一字一句地说道。索罗斯挣扎了下，狠声道：“那就做吧。”汉娜还在津津有味地吃着猎地熊的血肉，这魔兽肉没有腐烂，感觉不怎么好吃啊，应该加点酸液腐蚀一下再吃的。汉娜一边咀嚼一边想到，好像吃不完这么多的，要不要给艾米丽带一些呢？她上次被龙妈教训了一顿，伤势可还没有恢复呢。而且以后萨隆的大腿得努力抱了。嗖！就在这个时候，一支箭矢瞬间从草丛中射出。嗷呜！汉娜忍不住悲鸣一声，她没有去看袭击的方向，而是迅速地向着之前萨隆离开的方向跑去。地面突然震动一下，4-5根石柱拔地而起，将汉娜困在了里面。迪利亚精准的一箭直接射在了汉娜的后腿上面，再配合比尔的土系魔法困住汉娜。他们知道雏龙是无法飞行的，所以只要让其失去行动能力就好了。快快快！索罗斯几人迅速冲了出来，劳瑞两兄弟拿出了一个巨大的网子罩在了汉娜的身上。汉娜扑腾了好几下，但是反而让网更紧了。这下子汉娜彻底绝望了。萨隆，快来救我！汉娜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急忙向着周围吼道：“快点离开！”索罗斯和劳瑞抬起汉娜，就向着一旁快速离开。比尔和迪利亚在后面掩护。迪利亚看着幼龙的悲鸣，心中一阵不忍。迪利亚，黑龙可是最狡猾无耻的恶龙，这只黑龙长大后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之人会死在他的嘴中。
不要对其抱有同情心。比尔快速地说道。萨隆回到猎地熊尸体的旁边看尸体已经少了很多了，看来汉娜吃的还不错。这时他的鼻子抽了抽，气味不对。龙类的嗅觉异常的敏锐，而且萨隆的生命力值很高，这使得他的嗅觉远超一般的巨龙。这里除了汉娜和猎地熊的味道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杂七杂八的浓郁气味，地面上还有一些人类的脚印。汉娜出事了！萨隆眼中闪过危险的光芒。汉娜虽然傻了点，但是毕竟是真龙，成长起来后还是很厉害的。他可是打算将其当做自己的班底的。这里距离龙妈的洞穴还有几公里，这一来一回汉娜都不知道去哪里。但是这些人胆敢闯入一头成年黑龙的领地，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实力怎么样。什么东西？萨隆警惕地看着旁边的一处地方。萨隆，是我。艾米丽那小小的身影从草丛后面钻了出来，她吃惊地看着萨隆，这家伙又长大了，这快有3、4个自己那么大了吧？大家都是雏龙，凭啥你长得这么快？艾米丽，汉娜被人类抓走了，你赶紧去通知龙妈，我先去找汉娜。萨隆见艾米丽这样子，明显是刚刚才来的，所以他立马说道：什么？汉娜被人类抓走了？艾米丽吃惊道：你不快点去，汉娜可能永远回不来了。萨隆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双翼挥动，迅速跟着之前的气味追了上去。虽然还不能飞行，但是翅膀可以起到滑翔加快前进速度的作用。艾米丽看着萨隆离开的方向，又看了看地上的魔兽肉，咬了咬牙跑向了龙妈的洞穴。几人疯狂地逃窜着，索罗斯感觉这是自己这辈子做的最疯狂的事情，居然在一头成年黑龙的领地偷走了他的幼崽。再快点！几人一刻不敢休息，他们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被成年黑龙堵住后，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而汉娜刚刚已经被他们用了大量的魔法麻醉药剂，彻底陷入了沉睡。这一单干完，我们就彻底成为人上人了。几人内心坚定道。只有迪利亚碧绿的眸子中闪过担忧。索罗斯他们没有面对过成年巨龙，而他亲身经历过成年巨龙的恐怖，那种无可匹敌的力量，他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认为索罗斯几人这次做出的这个决定非常的不明智。萨隆在追了一段时间后，通过他那超强的视力，终于看到了几人。此时他距离那几人大概有个500多米，在茂密丛林的掩护下，对方并没有发现他。根据传承记忆中的鉴定术，他得到了几人的实力等级：一个4级土系魔法师，一个5级战士，2个4级战士，还有一个精灵射手。这种水平也敢来成年巨龙的巢穴周围，还敢偷雏龙。萨隆仔细衡量了一下双方的实力差距后，感觉可以搞一搞。虽然安全起见等黑龙娘比较好，但是萨隆知道，如果黑龙娘出手了，那么几人身上的战利品可就不是自己的了。不要小看龙类对于财宝的看重，不管自己做了多大的贡献，黑龙娘1枚银币都不会给自己。想到这里，萨隆开始准备出手了，而恰好几人也停了下来。老大，稍微休息一下吧，这已经快出石谷森林了，我们这样长途奔袭，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劳瑞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不行，我们必须快点赶到卡列尼城。索罗斯还没有说话，一旁的迪利亚直接说道：可是太累了，这只雏龙也挺重的。几人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比尔上前想要劝解几句，萨隆眼中寒光一闪，机会来了！打团先切法师，他如同死神一般突然暴起，巨大的龙头直接咬住了比尔的脖子、肩膀部位。比尔的身上土黄色的光芒形成了一个光罩，但是光罩在萨隆的牙齿下只坚持了不到1秒钟就破碎开来。等索罗斯几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比尔的脖子加左肩膀瞬间不见了踪影，鲜血喷在了几人的脸上。比尔，该死的种！他们没想到比尔居然被一头突然冒出来的幼龙给杀了，就连他的防御魔器都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就被这只幼龙用牙齿硬生生给咬破。索罗斯率先举起自己身后的巨盾，向着萨隆砸来。迪利亚也拿出了弓箭，绿色的附魔箭矢不断地向着萨隆射来。一旁的劳瑞兄弟也一左一右开始夹击萨隆。萨隆直接吊起比尔的尸体，向着迪利亚甩了过去。他试图绕过其他的3人的攻击去攻击迪利亚。法师没了，接下来该切 ADC 了。但是索罗斯没有给萨隆机会，暴怒之下他爆发了全身的银白色斗气，加快了速度，直接用盾牌抵住了萨隆的冲击。轰隆！萨隆的身影直接和那庞大的盾牌撞在了一起，索罗斯被撞了出去，而萨隆纹丝未动，但是这也让他的动作停了下来。人类，你们好大的胆子！萨隆用大陆通用语说道。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都是萨隆第一次杀人，而且是活活的咬掉了对方的半截身子，嘴角还滴着鲜血，但是他似乎一点也不排斥这种感觉。杀！索罗斯回过神来，想到比尔那凄惨的样子，他的内心悲痛无比。萨隆见状摇了摇头，那就去死吧。他没有躲避，直接正面迎了上去，锋利的牙齿咬住了索罗斯的巨盾，只听咔嚓一声，盾牌顿时被萨隆咬下了一块。萨隆咀嚼了一下，直接咽了下去，味道不错。索罗斯吃了一惊，他强行压下了悲痛的心情。眼前这只看似幼龙的怪物，绝对不是自己等人可以对付的。你们先走，我断后，能跑一个是。就在索罗斯看向旁边的时候，他发现劳瑞两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带着雏龙逃跑了，只有迪利亚还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后。劳瑞，肯特，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索罗斯心情悲愤欲绝，他没想到在最危难的时候，自己视为亲兄弟的劳瑞兄弟居然丢下了自己的朋友。萨隆嘲讽地看着这一切，永远不要试图去考验人性。迪利亚，你快走吧。索罗斯警惕地看着萨隆。索罗斯，
我迪利亚想说什么，快走！索罗斯直接对着萨隆冲了上来。你们谁都走不了。萨隆冷冷地说道：“这时候兄弟情深了，早干嘛去了？这种菜鸡组合也敢来偷龙？他直接是放了自己全部的力量。”迪利亚眼中含着泪水，他掏出弓箭，射出了几支箭矢，就跳上了枝头，离开了这里。叮叮叮，箭矢射在萨隆的鳞片上面，留下了些许白印，其中一发射进了腹部的鳞片当中，但是被肌肉死死地卡住了，连血都没有流出来。萨隆双爪抓住了索罗斯的盾牌，用力一握，盾牌就飞了出去。索罗斯从背后拿下了一把长剑，对着萨隆砍了下来。萨隆一口酸液喷了出去，但是索罗斯体表的斗气挡住了萨隆的酸液，而萨隆直接一记头锤撞飞了索罗斯。索罗斯迅速稳定了身形，就在索罗斯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胸口，那里一个黑色的龙爪贯穿了他的身体。索罗斯的嘴中不断的流出血液，发出呵呵呵的声音。我们不该贪心的。索罗斯目光中的色彩逐渐褪去，他的眼睛看着远处的天空，充满了留恋。他还有个心愿，他一直喜欢某个美丽又沉默寡言的精灵。你是个真正的战士，但是我们立场不同。萨隆看着倒下去的索罗斯，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他刚刚没有实力，那么索罗斯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一起抓走或者杀死，以后要么被人终生奴役踩在脚下，要么他的龙血龙鳞龙骨被别人炼制成某种强大的武器。不管是前世的钢铁丛林，还是今生的魔法世界，都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自己不想死，那么就只能让想让自己死的人去死，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的任何生物。想到这里，萨隆不再思考，他的内心此刻坚定无比。他向着魔法师比尔的尸体走去，开始在他身上翻找着，但是只找到了一个破碎的玉佩一样的东西。萨隆看了看比尔手指上面的一个戒指，将其拔了下来，精神力探入其中，发现了几平方米的一处空间，里面是各种铠甲矿石，还有一些金币银币以及一些魔法卷轴。看来这就是魔导器了，一种由一些空间魔法师所炼制成的存储魔器。这个比尔的身世应该不一般，里面的东西挺丰厚，不过现在不是整理的时候。这时一道愤怒的龙吼声传遍了整个石谷沼泽和旁边的森林，森林中不管是一些魔兽也好，还是凶暴种，全部瑟瑟发抖，甚至一些动物被龙威活活吓死。萨隆知道黑龙娘发怒了，他迅速地将魔导器藏在了自己的口中，在原地静静等待着。随着一道黑色巨大身影从天而降，黑龙娘那庞大的身影出现在了萨隆面前，16米长的体型和肆无忌惮释放的龙威充满了压迫力。萨隆，汉娜呢？黑龙娘看着地上的尸体，说出了从萨隆来到这个世界后听到的第一句话：被几个雇佣兵带走了，我拼尽全力杀了2个，还是没有拦住。萨隆一副吃力的样子。蠢货！黑龙娘愤怒之极，一尾巴将萨隆扫飞了出去。她甚至都忽略了萨隆怎么能杀死5级战士和4级魔法师。黑龙娘嘴中发出了龙语魔法，施展了追踪术后，向着一个方向飞了过去。萨隆在黑龙娘走后站了起来。黑龙娘只是发泄愤怒，并没有下重手。劳瑞兄弟正带着汉娜疯狂逃窜着。劳瑞，我们这么丢下老大他们，真的好吗？两兄弟默契感很强，在劳瑞一个眼神后就直接选择了逃跑。老大他们明显不是对手，他们能给我们拖点时间，让我们顺利脱身就好。我们兄弟2个会感谢他们一辈子的。劳瑞眼中充满了冷漠。可是没有什么可是，老大不是说了吗？我们都是兄弟，他们能为了我们兄弟的前程死在那里，是死得其所。听到自家弟弟这么说，肯特叹了一口气。前面就是卡列尼城了，只要进了城，就算是成年黑龙也无法奈何我们了。劳瑞看着远处的城墙说道：那就快点。两人迅速出了森林，向着近在咫尺的城墙跑去。他们看到了很多一起在进城的雇佣兵，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是随着一声龙吼声响起来，两人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无边的龙威彻底震慑住了两人。等他们回过神来，已经晚了。巨大的双翼似乎遮蔽了整个天空，远处的城墙上此起彼伏的警报声响了起来。肯特看着天空中的成年黑龙，已经吓傻了。但是劳瑞的反应很快，他将汉娜从网兜里面取出来，随后跪下，惶恐不安地说道：尊敬的黑龙之母，我们不是有意冒犯，请您息怒。黑龙娘并没有去接汉娜，她张开自己的血盆大口，一口咬下去，在劳瑞绝望的声音中将其活吞了下去。一旁的肯特想要去汉娜那边抓住她，威胁黑龙娘，但是黑龙娘的速度极快，一瞬间肯特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就被咬成了2截。其实他一口酸液下去，两人就尸骨不存了。但是黑龙娘很享受这种杀戮方式，她没有理会脚下还脑袋一片懵逼的汉娜，而且将目光投向了远处的城墙。此时卡列尼城墙上面的士兵早就因为惊吓乱作一团。快！魔晶炮准备，弓箭手呢？快点！巨蝎弩准备发射，法师在哪里？黑龙娘嘲讽地看着这一切。愚蠢而又脆弱的人类，怎么会明白真龙的力量？黑龙娘飞了起来，她就像一个王者俯视着自己的领地一样看着卡列尼城。在五色龙的眼中，类人生物也只是驼兽或者虫子而已。他们坚信自己对于世界来说就是天生的统治者，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财富都是他们的。放箭！放箭！城墙上的指挥官见此急忙下令道。早就紧绷着神经的士兵们瞬间放开了手中的弓弦，无数的箭矢夹杂着几只附魔后的巨蟹弩向着天空中的黑龙娘射去。黑龙娘双翅用力一震，就形成了风暴，除了几根巨蟹弩之外的所有箭矢都倒了下去。几根巨蟹弩箭被黑龙娘随手折断，随即黑龙娘飞到了城市上空，看着地面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锥形的酸液从黑龙娘的口中喷出来后，迅速的扩散开来。卡列尼半个城区如同下了一场酸雨一样，瞬间哀鸿遍野。啊！救命啊！
谁来帮帮我？无数战士的惨叫很是瘆人。这时，一片白色的光芒闪过，一个身穿白色法师袍、手持法杖的中年男人飞到了黑龙娘不远处。他正是卡列尼城的城主8级光明系法师里奥。此时，他脸色难看地看着这一幕。不是有停战协议吗？这只黑龙又发什么疯？伟大的黑龙女王，您难道忘记了和我们的协议吗？哼，你们人类果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德尔王国居然胆敢派人来偷取我的孩子！黑龙娘愤怒地说道。当然，究竟是不是因为这个而愤怒，那就不知道了。伟大的黑龙女王，这从何说起？里奥疑惑道。那这是什么？黑龙娘指着地面上一副傻不拉几样子的汉娜质问道。这。看着汉娜身上那明显出自专业雇佣兵团的手法，里奥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这是哪个偷雏龙的？你特么偷就偷吧，还被发现了？被发现了就算了，还被追上了。黑龙女王，这一定是个误会。里奥脸色很快镇定了下来。人类，你是在侮辱伟大的真龙吗？黑龙娘怒吼一声，随着她背后的尸骨森林中爬出了数百只生物，有脏兮兮的兽人，还有恶心的鳄鱼，甚至混杂着一些恐狼和巨蟒之类的玩意儿。远处躲在树丛中的萨隆看着这一幕，他知道这应该就是黑龙娘的眷属了，真没排面。但是在里奥和卡列尼城中的人眼中，这意味着这头狡诈的黑龙要发疯了。黑龙女王，您要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可以回去呢？里奥尽管内心很是难受，但是不得不说道：“愚蠢的人类，你们以为我是谁？”黑龙娘冷声道。里奥顿时头疼了，看来这次得付出不小的代价。这家伙的胃口可不好满足，这些应该化作尸体的五色龙。萨隆其实也看出了黑龙娘似乎也在忌惮什么，这次仅仅就是为了借题发挥而已。他默默地退了回去，接下来就跟他没有关系了。萨隆没有回去龙穴，而是走到了距离龙穴不远处的一处山谷中。这是之前汉娜说的想要和萨隆一起筑巢的地方。萨隆不知道周围魔兽到底多不多，但是他挺喜欢这个地方的，有水还有树木，周围都是泥土的味道，土元素异常的浓郁。他打开了来自那个土系魔法师的魔导器，开始仔细查看里面的东西。金币粗略数了下，大概有个300多枚，银币几十个，还有一些宝石之类的。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魔法卷轴和一些土系魔法书本，文字是用大陆通用语写的。对于黑龙来说没什么难度。土系初级魔法土遁，防御系土刺术；土系中级魔法地灵束缚，还有泥沼术、大地脉动、探查术；土系高级魔法地震术，大地的母亲；恢复系迟缓术，降低敌人移动速度。好家伙，这个魔法是真富裕啊！萨隆感觉自己可以做一只土系巨龙了。他有土元素亲和，学习起来应该不会太过困难。他可不是这个世界的土著五色龙，看不上人类的一些东西之类的。真龙就是魔武双修，他们靠着时间的堆积就能变得强大，为什么还要花费一些时间去学习什么魔法呢？有那功夫睡觉不好吗？他先从土刺术开始学习，根据魔法书上面的说明开始构建自己的法术模型。在他的视角中，这种土元素光点就如同一个个调皮的小孩子一样围在自己身边。随着萨隆精神的调整，法术模型迅速被建造完成。砰砰砰，30几根庞大锥形的刺从地底下穿刺而出，充满了震撼。而萨隆感觉这个法术似乎也不过如此。首先就是发动速度太慢了，对于有些反应速度比较快的生物来说，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不过萨隆心中倒是有了一个想法，他开始将目标换成了迟缓术。对于这个魔法他并不陌生，当初的裂地熊曾经对他施展过，只是被他给硬抗了下去。但是不可否认，它的威力非同一般，毕竟跟重力有关的魔法都不简单。迟缓术的法术模型构建和土刺术比起来复杂了不止1倍，这让萨隆费了一番功夫。迟缓术，萨隆给自己施加了迟缓术，顿时一股沉重的压力施加在了他的身上，还能忍受。不过这是对于他自己而言，如果是其他实力比他弱的而言，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魔法。迟缓术的发动相当的迅速，比起土刺术快了几倍。萨隆下一步开始同时发动迟缓术和土刺术，轰隆，土刺术锥形的刺再次刺破了上来。但是这次不一样的是，在萨隆的有意控制下，土刺少了很多，而是变成了许多1米多长的尖刺，数量多了3倍，覆盖范围达到了20米，成了一个圆形。这刚好是迟缓术的覆盖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敌人不管怎么样都要受到这些土刺的攻击。我真是个天才，这招就叫做破裂吧。萨隆记得虚空恐惧科加斯有一个跟他这个类似的技能，不过自己这个技能还有改进的空间，比如说再加一个泥沼术之类的减速下敌人。萨隆突然发现自己创造技能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在他兴致勃勃地沉迷于创造属于自己的专属技能的时候，此时的卡列尼城城主里奥可不开心了。此时的城主府中，里奥脸色难看地看着空空如也的宝库。为了满足那只该死的黑龙的胃口，他将宝库中几乎所有的财物都给了那只黑龙，包括之前准备好要给德尔王国国王进贡的诸多奇珍异宝。不能这样下去了，这只黑龙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必须除掉它。里奥眼中露出果断，他快速地写了一封信，装进了一只金色的信封。来人，城主大人，有什么事情吩咐？一个穿着银色重铠的卫兵走了进来，把这封信送去德尔王都，当面呈给国王。里奥沉声道：“遵命。”看着卫兵离去的身影，里奥冷笑了下。在这个大陆上有很多的王国，德尔王国不是很强大的那种，但是也绝对不是一只黑龙可以抵抗的。这次一定要除掉它，这样不管是之前的财宝还是现在送去的，都会加倍回来的。石谷沼泽中的龙穴，黑龙娘看着眼前多了不少的财宝，眼中满是开心。这些低的人类还是有财宝，下次一定要让他们奉上比这一次还多几倍的财宝，不然就把他们全部吃了。就这么办。其实黑龙丽萨也才刚刚成
成年，她今年才101岁，按照人类的年龄，也就是一个17、18岁的姑娘。在这个年龄，有哪个五色龙有她这么多的财宝？想到这里，黑龙娘心满意足地趴在财宝上开始打滚。洞穴外面，汉娜心惊胆战地和艾米丽待在一起。她被黑龙娘一爪子抓住带回来后，就被扔在了洞穴外面。这次对于她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毕竟差点就被人类抓走了。汉娜，你也太不小心了！如果不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叫醒熟睡的母亲，你早就被人类给抓走扒皮拆骨了。艾米丽骄傲地说道。艾米丽，谢谢你。汉娜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外面世界太可怕了，她以后要一直待在这里直到成年。所以说，你最好少跟萨隆一起出去。艾米丽眼珠子转了转。萨隆其实对我挺好的，还给我吃了好多猎地熊的肉，魔兽肉好好吃。汉娜舔了舔嘴唇。什么？萨隆居然特意为你捕猎魔兽肉？艾米丽一脸震惊。色彩龙之间可没啥兄妹情深之类的，没欺负就算不错了，还去照顾。不说现阶段捕猎魔兽有多困难，就算抓到了也不可能分享啊。再说了，萨隆图汉娜什么呢？难道想和她交配？艾米丽看着蠢蠢的汉娜，内心愤愤不平。萨隆发情了，可是现在也不是发情的年龄啊。艾米丽，我好饿，我想去找萨隆了。汉娜此时突然说道：“你个蠢货，刚刚还说以后绝对不出去了呢。”艾米丽恨铁不成钢的在汉娜的耳朵上咬了一口。可是不出去，我们吃什么？汉娜奇怪的看着艾米丽。吃，你就知道吃土去。艾米丽没好气道。难道艾米丽你一直在吃土？汉娜看着洞穴中似乎有一处地方的土少了很多。要你管！未来最伟大的黑龙女王怎么可能吃土？艾米丽不屑道。那我自己去找萨隆了。汉娜晃了晃脑袋，小跑了出去。艾米丽看着汉娜的背影，有点抓狂了，连个一起吃土的龙都找不到了。此时萨隆正站在一处空地上，四肢着地，闭着眼睛感受着什么。某一刻，萨隆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土包。找到你了，就等着你呢。萨隆尾巴用力一挥，一只3米多长的生物就被直接抽飞，看上去就像自己送到萨隆的尾巴旁边一样。萨隆回头看去，倒在地上的生物正是一只地底蜘蛛，黑色的外壳，8只瘆人的眼睛，还有腿上那绿色的毛发，都在证明着它不好惹。此时他在对着萨隆不断的嘶鸣着。地底蜘蛛是一种第7类魔物，身体上面的毛发全部都有毒性，身上也没有什么肉。萨隆并不想吃这东西，但还是得解决它，因为自己的巢穴就建在旁边，有这么个竞争对手在，自己的食物会少很多。为了解决它，萨隆收起了身上所有的龙威，并且主动踩了他布置的蛛网陷阱。破裂。随着萨隆身上的魔力涌动，地底蜘蛛感觉到了身体上一阵沉重感。当他想要逃跑的时候，地下突然钻出的无数附魔的土刺，直接刺穿了他的身体。这和想象中不一样了，我想的是击飞他来着。看着奄奄一息的地底蜘蛛，萨隆一口酸液解决了他。萨隆，你又在捕猎了吗？这时汉娜小跑了过来，萨隆看了看他，不得不说真龙的恢复力很强，汉娜腿上的贯穿伤居然这么快就好了。这个给你了。萨隆指着旁边那乌漆麻黑被酸液腐蚀的地底蜘蛛说道。谢谢萨隆。汉娜一下子来了精神，上前去抓着一只蜘蛛腿就砍了起来，看得萨隆很不舒服。萨隆，你先别走好不好？汉娜眼神中有着哀求，她想起了上次独自进食被偷袭的事情。放心吧，我不走。萨隆此时眼睛一亮，他刚刚修习了土系魔法大地脉动，清楚地感觉到此时地底下似乎有什么生物在向着汉娜那边靠近，看来这次会有一个不错的对手了。果然就在汉娜啃蜘蛛头的时候，2个4、5米长的触手瞬间破开地面，对着汉娜绞杀而去。萨隆大哥！汉娜吓得一蹦3米高，连滚带爬的向着萨隆这边跑过来。让开！萨隆直接上前一口就咬断了一根触手，随着一声愤怒的嘶吼声响起，一个庞然大物直接撞破了地面的土层，展现在了众人面前。看着这头似鱼非鱼，又好像乌贼一样的生物，萨隆脑海中的传承记忆给出了信息：底栖魔鱼。没错，这玩意儿就是底栖魔鱼。底栖魔鱼最引人注意的特征就是它的4条触手，这种类似乌贼的触手主要用来攻击、捕捉猎物。萨隆没想到居然来了这么大的一条鱼。萨隆，我们打不过他吧？汉娜弱弱的说道。是你，不是我们。一边待着去。萨隆将底栖魔鱼的那条断了的触手直接吞了下去。汉娜垂头丧气的走到一边去了。味道不错，不知道有没有魔兽精。萨隆看着底栖魔鱼，这下一点都不感觉他凶恶了。这次萨隆直接开启了冷却完毕后的盛宴天赋，顿时一股强烈的饥饿感传来。盛宴开始，萨隆猛虎扑食一般正面向着底栖魔鱼扑了上去。底栖魔鱼张开那圆形的口气，里面满是尖牙，他毫不示弱的用仅存的3只触手对着萨隆抽了过来。萨隆身躯扭动了一下，避开了2只触手，剩下的1只触手抽在了萨隆的背部，触手表面的吸盘破开了龙躯上的几枚鳞片。好家伙，力气还挺大。底栖魔鱼见自己伤到了敌人，趁机乘胜追击，其他3根触手呈线品字形向着萨隆的身躯袭来。看来你还打出自信来了。萨隆在饥饿的驱使下，直接抱住了底栖魔鱼的1根触手就吃了起来。盛宴的进度也慢慢从0%开始上升。底栖魔鱼吃痛想要抽出触手，但是萨隆没给他这个机会，一顿狼吞虎咽将其触手直接吃了下去。底栖魔鱼发出愤怒的痛呼声，剩下2只触手无情地拍打着萨隆的背部，但是萨隆理都不理。既然确定这家伙破不了防，还理他干嘛？盛宴才是最重要的。这时底栖魔鱼见势不妙，想要重新回到地底下，萨隆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直接趴在底栖魔鱼的背部就开吃起来。萨隆好凶残！龙妹汉娜没想到萨隆居然直接开始活吃这只底栖魔鱼。随着萨隆吃的越来越多，底栖魔鱼的反抗力度也越来
来越弱。终于他彻底不动了，因为萨隆直接掏空了他的整个背部，而萨隆在吃了一会儿后也停止了进食他，盛宴进度也卡在了80%。萨隆发现再吃下去盛宴进度还是会增加，但是比较缓慢，就算吃完这只底气魔鱼也不会再增长了。剩下的给你了。萨隆对着一旁流口水的汉娜说了句，汉娜迫不及待地扑了上来。不过这次他边吃边看着萨隆离开的方向，防止萨隆距离他太远。萨隆随后忍着饥饿进入了自己开辟的洞穴中，他打开了之前那个土系魔法师的魔导器，顿时一股香味传入了萨隆的身体中。这金币金灿灿的，应该很可口吧？萨隆抓起一把金币直接扔进了口中，盛宴进度提升了大概1个点。随后他又将香味更浓郁一些的法杖也吃了进去，这根法杖的品质还行，味道是麻辣味的。萨隆又抓了点银币也尝了下，韭菜味的，只不过相对于金币银币提供的盛宴进度差了些。不知不觉中金币被萨隆吃的差不多了，而他的盛宴进度终于也达到了100%。萨隆在洞穴中就这么趴了下来，静静等待着蜕变。还是那个漆黑的空间，萨隆如同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发生变化，脖子慢慢的变得粗壮，同时脖子处的骨头开始缩小间隙，这让萨隆的脖子慢慢的变短，头上的4只龙角也变得越来越大，直至延伸到脖子上面。同时鼻子上方也出现了一个尖角，下巴也变得越来越厚实，脸部的肌肉又增加了些，咬合力更上一层楼，四肢上面的肌肉也变得越来越精密，如同钢筋一样。随后整个体型开始变大，背部开始变得高大，身体上面的鳞片没有像其他的黑龙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偏向灰色，而是带上了一些金属光泽。随后萨隆睁开了眼睛，站了起来。萨隆，生命值150，盛宴层数4，盛宴冷却时间5天。天赋1，肉食者，你可以通过杀死敌人来恢复生命值和能量，恢复数值由敌人的生命能量的多少决定。天赋2，土系魔法元素亲和，你拥有了强大的土系魔法天赋，没有增加新的天赋，似乎新的天赋是由自己所吞噬的物体特性来增加的。可惜这次的底气魔鱼实力虽然高于烈地熊，但是并没有魔晶，看样子以后食材必须多样化，而且金币银币似乎都用来增加自己的龙鳞防御了，这还不错。萨隆打量着自己的身体，已经有接近6米了，这种体型增长速度非同一般。别说体型大会笨重这种事情，对于真龙来说，体型越大反而越灵活，因为体型大就意味着力量强大，体内魔力充足。萨隆展开了自己的翅膀，他的翅膀这次也变得大了很多，一展差不多已经有9米了。他尝试扇动了下翅膀，似乎可以飞起来了。萨隆慢慢的走了出来，汉娜居然和艾米丽一起在萨隆的洞口。萨隆，对不起，底气魔鱼的尸体我吃不完，所以分给了艾米丽一些。汉娜小心翼翼地说道。上次艾米丽帮了她不忍心看着艾米丽在那里吃土维持生计，而且也是为了多个伴。但是这是萨隆的战利品，虽然说已经给他了，但是还是得说明下。艾米丽此时没有说话，因为她已经被萨隆的体型给震惊到了。你怎么又长大了？艾米丽脱口而出。汉娜像是才反应过来一样，是啊，萨隆怎么又长大了？萨隆没有理会2个龙妹，一些残羹剩饭而已。他尝试助跑了一下，随后快速的扇动自己的巨大浮翼。随后萨隆感觉自己的4肢慢慢的离开了地面，竟然借着风力直接飞了起来。看着地下的汉娜和艾米丽越来越小，萨隆也激动了起来。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这是萨隆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飞起来。坐飞机那不算，他感受着风吹过耳朵旁边的那种声音，看着地面上越来越小的东西，心中不由得涌现出一股豪气。他萨隆要变得强大，要活得开心，要享受最多的财富，要得到这个大陆上最美丽的女性，将所有人都踩在脚下。萨隆摇了摇头，在做这些之前，盛宴先叠个几千层，先定个小目标，1000层盛宴。想到这里，萨隆继续飞行起来。他可没有借助魔力浮空，而是自己凭借双翼飞起来。萨隆感觉自己的翅膀比起一些体型和自己一样大的红龙还要大上不少。众所周知，在色彩龙中拥有最大龙翼的就是红龙，它们也可以不靠魔力直接飞行，跟其他的色彩龙不一样。所以黑龙和绿龙还有白龙都不擅长长距离飞行。萨隆尝试着加入一些魔力辅助飞行，顿时他的速度又提升了一大截。汉娜和艾米丽看着萨隆飞行的样子，嘴巴张得越来越大，脑袋也顺着萨隆的飞行高度抬得越来越高，直至再也看不见。这还是雏龙吗？艾米丽喃喃自语。萨隆他不一样的，就说这个底气魔鱼，萨隆可以轻易的虐杀他，但是底气魔鱼可以轻易的虐杀我们2个，这就是差距。萨隆估计是被龙神眷顾的吧？汉娜摇头晃脑地说道。她已经习惯了萨隆睡一觉就大变样的事情。艾米丽没有再说话，而且努力啃食着底气魔鱼的腐肉，想了想又开始咀嚼起来了骨头。萨隆不就是喜欢吃骨头吗？他也是。几天后的卡列尼城则有些不一样。身为城主的里奥谦卑地弯腰对着上方的一个身穿金色衣服的金发年轻人行礼。拉威尔殿下，没想到国王居然让您来这里处理这件事情。里奥城主多礼。拉威尔笑着点了点头，他脸上的笑容很是阳光。他转身对着身后一个穿着贵族裙的年轻女子温柔说道：罗拉，放心吧，这次我们一定可以解决那只黑龙的。谢谢拉威尔殿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罗拉眼睛中流露出感激的泪水。凭借我们的关系，不用说这些话。比尔他是你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弟弟，他不明不白的死在这，连尸体都没了，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理？拉威尔眼中露出寒光，随后装作不经意的抓住了罗拉的手。罗拉露出一副崇拜的表情。拉威尔，你真英勇。随即不动声色的抽出了自己的手。放心吧，我这一次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屠龙者。拉威尔自傲道。可是
是殿下，那只黑龙已经成年，它可不是好对付的。里奥看着拉威尔这才5级魔法师的样子，有点犯难。放心吧，里奥城主，我自有办法。这次我带来了2个8级战士，而最重要的是这个。拉威尔从自己的魔导器中拿出了2个卷轴，这是禁咒魔法卷轴。里奥瞳孔一缩，这种魔法卷轴是只有传奇法师才能制作出来的，价值极其高。想不到拉威尔居然有2个。怎么样？拉威尔问道。此战我们必胜。里奥深吸一口气，他没想到国王居然给了2张禁咒魔法卷轴，2发禁咒魔法下那只黑龙绝对挡不住。这种魔法只有壮年或者老年龙才可以抵挡下来。对了，罗拉，之前给你报信的那个精灵呢？想到那个精灵那精致的容颜、雪白的大腿，拉威尔心中就有了一团火。他只跟我见了一面，说我弟弟是被一只黑龙杀死的，就离开了这里。罗拉眼中闪过一丝厌烦，这个恶心的家伙还想打迪利亚的主意。如果不是要借着他的力量去报仇，他一刻也不想和这种废物在一起。那太可惜了，本来还想着让他来我家里做客来着。拉威尔失望地摇了摇头。里奥城主给我们安排一下住处，你顺便再整合一下军队，我们明天就去对付这只黑龙。拉威尔摆了摆手，遵命殿下。里奥拱了拱手，随后随着一道道命令传递下去，整个卡列尼城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第2天早晨，卡列尼城的广场上，几百名身穿银色重甲的战士集中在这里，还有一些瘦小的施法者也混在其中。拉威尔和罗拉还有里奥站在广场最高处。拉威尔想做个战前动员之类的激励一下士气，但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了。里奥看出了拉威尔的难处，他暗自摇头。国王陛下真的要将王国传承给这种货色？听说国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其他的都是公主。战士们，今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剿灭蚀骨沼泽中的那头恶龙。里奥大声道。他话一出，底下的士兵不淡定了，开什么玩笑？就咱们这种怎么去对付那种恶龙？去送肉？上次黑龙那恐怖的身影还在一些士兵脑海中记忆着。我们有国王的儿子拉威尔殿下助阵，他带来了强大的战士和施法者，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恶龙。到时候诸位都可以是屠龙者。里奥激励道。屠龙者，我们也可以成为屠龙者。一些士兵眼中有了金光。这次出征回来的士兵每人给1枚金币，而且根据杀敌数量不同，还有奖励更多。里奥说道。1枚金币，在这个大陆上，金币的购买力可不弱，普通人家1年也未必有1枚金币的开销。里奥这句话给这些士兵带来的激励是很强的，足以让他们去拼命了。此时的蚀骨沼泽中，黑龙娘还在守着他那堆财宝睡觉，丝毫不知道有人已经打算屠龙了。萨隆则待在自己的洞穴中研究魔法，外面还有汉娜这个跟屁虫和艾米。大地脉动配合那个探查术，似乎就可以探测地下的矿石了。萨隆研究着新的魔法组合，自从对盛宴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后，他就开始准备组合食材了。而且以后的盛宴所需要的食材肯定越来越多，品质也会越来越高。他必须不断的进行尝试，才能更好的叠加。但是山脉中一些此起彼伏的吼叫声打乱了他的思路。什么情况？萨隆烦躁地走出了洞穴。萨隆，外面有很多人类的军队来了，就是上次那伙人类，他们喊着屠龙的口号，已经进了森林了。汉娜一副紧张无比的样子。屠龙？萨隆有点疑惑，要屠龙早特么干啥去？上次被黑龙娘把他们的面子都按在了地上，也不见屠个龙。但是既然这些人敢喊出这个口号，就意味着他们应该有一定的把握能赢黑龙娘。这对于自己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虽然黑龙娘没有完全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但是她之前给萨隆提供了一个安然的居住地。那些人类强者和各种强大的魔兽慑于黑龙娘的强势，不敢进来蚀骨沼泽，这就给了萨隆他们很大的安全。只要自己不作死，就不会死。至于捕猎除龙，大不了就吃土。黑龙幼崽是不会在乎这些的，除了那些无肉不欢的红龙。殿下，我们这样不太好吧？里奥看着数百名士兵喊着屠龙的口号稳步前进，他本来想的是将黑龙引诱出来，再让拉威尔用禁咒偷袭将其灭杀的。但是这家伙为了在那个女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强大，决定大张旗鼓和黑龙来一次面对面的厮杀。我们可是德尔王国的正规军，偷袭算什么？拉威尔看着身后的罗拉严肃说道，好像这样会完全展现出他的男子汉气概。罗拉也没想到这家伙这么的不靠谱，但还是微笑说道，殿下说的对，我们正好让大陆上的人们见识一下德尔王国的实力。而如他们所料，黑龙娘也被这些家伙激怒。在这些士兵还在喊着口号的时候，远处的沼泽中飞起了一个庞大的身影。黑龙娘那16米长的体型如同一座小山一样飞到了这些士兵的上头。该死的人类，你们居然敢再来打扰伟大的黑龙之母！无尽的酸液从天空中滴了下来，一些士兵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就直接被腐蚀掉了身体。啊！该死的，谁来帮帮我？一个士兵被酸液腐蚀了脸部，他用手抓了下脸部，没想到直接将自己的眼球抓了下来。他们身上的铠甲根本无法阻挡一头成年黑龙的龙息。生命女神，救救我！我要回家，不要禁闭了。黑龙娘看着下方士兵的惨状，残忍地张开了巨口。云雾术，黑龙娘释放了自己的龙羽魔法，在这片蚀骨沼泽中存在着无数的毒瘴，在云雾术的作用下，向着所有的士兵弥漫而去，如同吞噬血肉的怪物一样。刚刚一波龙息士兵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直接瞬间被毒瘴笼罩。毒瘴中冲出了许多穿着破烂的矮地精，还有狗头人以及恐狼等凶暴种。这些黑龙娘的眷属已经习惯了蚀骨沼泽的毒瘴，所以他们在毒瘴中如鱼得水，肆意虐杀着士兵。一些狗头人甚至直接开始活吃人类士兵。而黑龙娘飞到了里奥他们的上方。人类，你们要付出代价。在他看来，大局已定，无穷无尽的龙威向着里奥的头压去，这是血脉上的压制。里奥身边的2个战士尽管很想逃跑，但还是守护在拉威尔身边，这是他们的职责。而拉威尔已经快吓尿了。殿下，快用禁咒！罗拉急忙提醒道。对，禁咒。拉威尔急忙拿出了一个土黄色的卷轴，用自己身上的魔力开始激活。随着魔力的注入，周围的土元素被调动了起来。而黑龙娘感觉到了一些不妙，她向着几人开始吐息，但是酸液刚到几人面前就被一股半透明的墙壁堵住。这时拉威尔身上昂贵的附魔武器在起作用。
与此同时，萨隆突然抬头看着天空，汉娜还有艾米丽也抬头看了下天空，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到。萨隆怎么了？汉娜疑惑道：“周围的土元素不对劲，似乎有某种魔法。”萨隆话还没说完，顿时天空中有无数带着火光的陨石倾泻而下，整个石谷沼泽包括旁边的森林全部都被笼罩在了其中。这是禁咒魔法陨石雨。萨隆之前在魔法卷轴上见过，不过并没有法术模型和咒语，而且他现在体内的魔力根本没有办法释放这种魔法。快跑！萨隆见势不妙，直接开始向着远处躲避。萨隆，等等我们！汉娜和艾米丽也急忙跟上。萨隆没有选择飞行，天空中无数巨大的陨石在坠落，这个时候生命简直就是找死。轰隆隆，森林中还在交战的，不管是人类士兵还是黑龙娘的眷属，全部都露出了绝望的表情。他们根本来不及躲避。黑龙娘一爪子碎裂了一块陨石之后，眼神死死地盯着远处的里奥等人。该死的人类，居然有禁咒魔法！他的身上有几处鳞片破碎了开来。王子殿下，您的禁咒魔法是范围性的陨石雨，为什么不提前说？里奥悲痛地看着远处的士兵们被陨石一个个砸成肉泥，死无全尸。如果要知道是这种禁咒魔法，他不会带任何一个士兵前来，这分明就是白白送死。明明直接用陨石雨就可以了。里奥，你居然胆敢质疑我的决定！拉威尔看着暴躁的里奥，面色不善。一个小小的城主而已，些许士兵而已，能死在屠龙的路上是他们的荣幸。等我们屠了龙，拿了他的财宝，想招募多少士兵都可以。拉威尔看着远处在抵挡陨石雨的黑龙说道。里奥一肚子火，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陨石雨是范围魔法，似乎无法杀死黑龙，只能给他造成一点伤害。一旁的罗拉急忙开始缓和气氛。他说的没错，陨石雨本来就是在战场上使用的禁咒魔法，单体伤害并不高。你们别忘了，我还有另外一个禁咒魔法卷轴。拉威尔说道。殿下快点，那只黑龙冲着我们来了。一个战士急忙说道。黑龙娘此时顶着一些陨石向着拉威尔飞了过来，在几人的目光中，拉威尔释放了剩下的一个禁咒魔法卷轴，高级火元素召唤。随着拉威尔的卷轴释放，几人感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光和热。远处的黑龙娘刚冲到几人面前，顿时就被一个大火球给击飞了出去，狠狠地砸在了石。开始就落入了下风。真龙最为强大的肉体对敌人无用，他的龙羽魔法也造不成太多伤害，而且旁边还有里奥，还有另外2个8级战士虎视眈眈。这场战斗再进行下去，黑龙娘极有可能输掉。黑龙娘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让他就这么放弃自己所有的宝物，狼狈的离开，他内心很是挣扎。里奥几人也看出了黑龙的疲态，大家注意，不要让他跑了。黑龙，我给你一个机会，臣服于我，和我签订契约，你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拉威尔骄傲地说道：“如果能收服这只成年黑龙，那就更好了。”黑龙娘像看傻子一样看了拉威尔一眼，就继续开始应对眼前的火元素领主了。这家伙的魔法相当的克制黑龙娘，他几次想要绕过火元素去杀了拉威尔，他们都被拦了下来。2个8级战士还有里奥这名8级光系魔法师让黑龙娘无法靠近。没有人理会拉威尔，感觉有点尴尬。在色彩龙眼里，人类就是地上的蚂蚁，怎么可能认人类为主？就算是成年的金属龙，也不会随便就认主。黑龙娘看着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伤口，终于做出了抉择。她开始向着石谷沼泽那里飞行，在那边水元素很充沛，这只火元素会受到不少的限制，火元素也跟着追了上去。别让他跑了，给我追！拉威尔见状急忙说道。几人向着远方快速追去。石谷沼泽旁边的一处地面突然爆裂开来，萨隆和汉娜还有艾米丽从里面爬了出来。在陨石雨降落的第一时间，萨隆就知道无法脱离陨石雨范围，所以他果断用土系魔法快速的挖了个深坑。汉娜和艾米丽也死乞白赖的挤了进来，随后更是用土遁术硬化了旁边的泥土，这才扛住了攻击。萨隆知道黑龙娘这次应该凶多吉少了，就是不知道这禁咒是施法者释放的还是禁咒魔法卷轴。就在三龙刚刚露头的一瞬间，远处石谷沼泽中，黑龙娘带着满身的伤痕冲天而起，直上云霄。后面一个体型小了很多的火元素领主也从水面飞了出来，看着缩水很多的火元素领主，黑龙娘露出一丝狡猾的笑容。他的魔力不多了，刚刚在沼泽中他利用环境还有水系魔法重创了火元素，现在这家伙受伤很严重。不过也多亏了那个愚蠢的人类，火元素一般不会选择这种非常不利的地方战斗的，但是那个愚蠢的人类非要命令其深入沼泽地。人类，你们德尔王国就等着迎接我怒火吧！放完狠话后，黑龙娘直接离开了这里。赶紧给我追！拉威尔对着旁边的2个8级战士说道：“殿下，他会飞呀！
我们没到圣域级别，无法飞行。其中一个战士说道：“战士不到圣域级别是没有办法飞行的，最多借助斗气滑翔。”该死的！拉威尔也没有想到这头黑龙居然这么狡猾，现在的火元素根本没有办法去追击黑龙之母。拉威尔看着罗拉失望的样子，咬牙拿出2个卷轴，这是风行术的卷轴，可以让你们飞行。给我追上那只黑龙！这可是除了竞技卷轴之外，他身上最珍贵的物品了。而竞技卷轴是他父亲给的，风行术卷轴是留着让他保命的。遵命。2个战士见状接过了卷轴，这种通用卷轴没有竞技卷轴限制那么多，可以直接用斗气激发。2人背后出现了青色的虚幻羽翼后飞了起来，随后向着黑龙娘追了过去。里奥城主，你也去吧，该你出力了。拉威尔看着旁边的里奥说道：“这老家伙一直划水，还真以为自己没有看到。”遵命，王子殿下。里奥无奈地说道。远处的萨隆看着黑龙娘离开的样子，叹了口气。黑龙娘浑然忘记了她似乎还有3个孩子的事情，压得也太不负责任了。这时，一旁看上去傻愣愣的火元素突然将目光看向了萨隆这边。萨隆顿感不妙，距离这么远，压得看过来干啥？拉威尔和火元素心念相通，他也知道了火元素的发现。黑龙幼龙，快去给我抓住他们！拉威尔狂喜道：“真龙幼龙啊，价值不可估量，甚至可以成为一个王国的根基。”分头跑。萨隆看着莫名其妙向着这边冲过来的火元素说道：“萨隆，我……”汉娜还想说什么？别废话，分头一起走。萨隆说着自己先飞了起来，他可以飞行，逃生几率肯定比这2个无法飞行的龙妹大很多。汉娜和艾米丽无奈只能向着尸骨沼泽后面逃窜。抓那只大点的！拉威尔看着3只小龙中的萨隆喊道：“他感觉萨隆的样子最帅气，这样才能配得上他。”尼玛！萨隆看着那火元素向着他飞过来，噼里啪啦，几颗火球向着萨隆炸来。萨隆的飞行技巧还没有那么成熟，虽然躲过了几个，但是还是有一个击中了他。萨隆看着自己的鳞片，眼睛一亮，上面只有一些烧焦后的黑色痕迹，这伤害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高啊！破了防，但是也还能顶得住。这点伤不用肉食者天赋就可以凭借真龙的体质自己恢复。他看着那只火元素，这玩意儿缩水太多了，实力似乎下降了不少啊！火元素再次甩出2条火焰锁链和萨隆撞击在一起，轰隆！萨隆身躯直接被抽到了地上，砸了一个大坑。哈哈，你逃不掉了。乖乖做我的坐骑吧！拉威尔狂喜道：“跑了大的捉了小的还是比较划算的，小的更容易驯服。”谁给你的错觉，让你觉得抓住了我？萨隆从地上爬了起来，他那双黄色的树脂瞳孔死死地盯着拉威尔和罗拉。虽然他的体型没有黑龙娘大，但是张开的巨大双翼让他看上去很是庞大。这时拉威尔才想起来，自己身边除了罗拉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护卫了。快点给我重伤！拉威尔感受到火元素领主的存在时间似乎不多了。火元素领主继续向着萨隆开始攻击，萨隆回了一口酸液，但是对其造成的伤害很是有限。萨隆知道这东西用物理攻击对其造成的伤害非常有限，所以他没有上去愚蠢的用尖牙利爪撕咬，而是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拉威尔和罗拉，似乎看出了萨隆的想法，2人急忙躲在了火元素后面。拉威尔，你和火元素一起对付这条黑龙吧，它不简单。我可是王子，怎么能做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呢？拉威尔连忙摇头。罗拉暗骂拉威尔废物，如果不是国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剩下的都是女儿，才不会让他成为继承人呢。萨隆回头开始专心面对眼前的火元素，他默默地说道：“盛宴开始。”顿时一股强烈的饥饿感席卷了全身。萨隆发现随着盛宴层数的叠加，那种饥饿感变得越来越强烈，让他有种吞噬一切的冲动。而眼前火元素的身上更是传来了无比浓郁的香味，让萨隆直流口水。他忍不住了，直接向着火元素领主飞了过去。火元素身上再次延伸出4根火红色的锁链，向着萨隆捆了过去。但是萨隆直接无视了4条锁链，向着火元素领主吞噬而去。这条黑龙傻了吧？他难道想咬死火元素？拉威尔疑惑道：“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罗拉看着萨隆这凶残的样子，心里有点没底。他看了看一旁的拉威尔，慢慢向后退了一步。就在这时，萨隆直接咬中了火元素的一条小臂，用力撕了下去，随后咽了下去。怎么可能？拉威尔目瞪口呆，火元素压根就是一团火焰，怎么可能被咬下手臂还吃了下去？萨隆感受着盛宴的进度，内心的饥饿感更加强了。盛宴这种运用非常大，一般来说，萨隆即便咬住了火也没用。但是在盛宴加持下，他直接可以对火元素造成真实伤害，他的物理攻击已经失效了。火元素咆哮一声，他身上火焰快速涌入到断臂位置，恢复了自己的手臂，但是他的体型又缩水了一些。萨隆见状，直接上去开撕，火元素急忙伸弓想要躲避，但是萨隆也跟着飞了上去。吼！在一片嘶吼声中，萨隆一口一口的吃着火元素的体型也越来越少，他的盛宴进度也越来越多，80%、82%、83%。拉威尔不能这样下去，火元素如果输了，我们根本跑不掉。罗拉看着火元素从开始的占据上风到现在的虚弱无力，有点无奈。如果不是一开始这个蠢货瞎指挥，火元素也不会这样。罗拉，你就放心吧，我有一个空间传送魔法卷轴，这可是我父亲给我保命用的。拉威尔继续看着远处黑龙和火元素的战斗。传送魔法卷轴？罗拉一阵惊呼，本来空间魔法比起其他类型的魔法就稀释，更别说制作成卷轴了。他们这种公爵家族都没有一份。可以给我看看吗？罗拉温柔地说道。当然可以。拉威尔注意到了罗拉眼中的崇拜和羡慕。这时火元素已经缩水到了极限。萨隆看着体型差不多有自己1/3的火元素，直接上去抓住了这家伙，随后像吃一样直接往自己嘴里塞。火元素全身上下涌现无数的火焰，试图灼烧萨隆的巨口，但是最终还是被萨隆一点点的吃了下去。完事后，他打了个饱嗝，随后将目光看向了在场的2人。拉威尔直接惊呆了。罗拉，
我们快！当他回头的时候，突然发现罗拉早就到了他后方10多米处，而且他已经启动了空间传送卷轴。罗拉，你要做什么？我们一起走啊！拉威尔疯狂地冲了过去，但是罗拉眼中满是淡漠。拉威尔，这份空间传送卷轴品质不高，只能传送1个人，多了可能导致意外状况出现。对不起，拉威尔，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不是说过你为了我什么都可以做吗？该死的，你这个给我停下来！拉威尔眼都红了，而萨隆在吃完火元素后，盛宴也即将结束，他第一时间就向着罗拉冲了过去，速度比起拉威尔快了不知道多少，但还是晚了一步。伴随着空间泛起阵阵涟漪，罗拉的身影越来越远，但是萨隆在最后一刻冲到了罗拉的面前，他猛地挥动手，伴随着一阵惨叫声，罗拉的身体消失不见，在原地留下了一只白嫩的手臂。萨隆鼻子吐了2道白气，还是给这女人逃了。而一旁的拉威尔已经傻了，他呆呆地站在原地，万念俱灰，直到萨隆的阴影笼罩了他，才反应过来。黑龙大人，我错了，求你给我一个机会，一个报仇的机会。拉威尔眼中显露出疯狂的神色。哦，我给你活命的机会，我能得到什么？萨隆看着对方这架势，看来舔狗真的觉醒了，但是觉醒的似乎有点晚了。我是德尔王国唯一的王子，也是唯一的继承者，我可以想办法干掉国王，然后等我成为国王后，可以倾尽整个王国的资源来供奉你。拉威尔慢慢的冷静了下来，萨隆眼中寒光一闪。你说的很不错。萨隆抬起了头，拉威尔眼中刚闪过一丝喜色，但是随后萨隆的一句话让他陷入了绝望。可是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要杀自己父亲的人呢？萨隆冷冷地说道。不，为什么？你不是恶龙吗？这不是你们恶龙最喜欢的吗？拉威尔绝望地喊着。萨隆没有再回答他的话，直接一口酸液吞下去。拉威尔在绝望中被腐蚀成了粉末。萨隆低头拿走了拉威尔的魔导器，随后迅速地向着远处飞去。在飞行了几10分钟后，萨隆找到了一个山洞，一口吐息杀死了山洞的原主人一头凶暴种黑熊后，将山洞洞口堵住，就再也忍不住闭上了眼睛。随后就是那片熟悉的漆黑空间。他当当在盛宴结束后强行压制住了想要蜕变欲望。这次盛宴基本上都是那只火元素领主提供的食材，所以萨隆也很期待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萨隆再次以旁观者的角度见证自身的成长。首先他的体型慢慢的变大了一些，随后身体周围就聚集了一些火红色的光点，聚集在身体周围的火红色光点非常多，它们慢慢的和萨隆的身体融为一体。同时萨隆发现自己的龙角根部上面似乎有一些暗红色的纹路。随后萨隆在黑暗中睁开了自己的眼睛，打量着身上的变化。这次萨隆的眼睛瞳孔直接变成了猩红色，体型也到了7米，身上的鳞片愈发黑暗深邃。随即他看向了面板，萨隆生命值175，盛宴层数，盛宴冷却时间4天，天赋1肉食者，你可以通过杀死敌人来恢复生命值和能量，恢复数值由敌人的生命能量的多少决定。天赋2土系魔法元素亲和，你拥有了强大的土系魔法天赋。天赋3火系魔法元素亲和，你拥有了强大的火系魔法天赋。这次加的生命值似乎比起上次少了一些，盛宴冷却时间也成了4天。对于自己新增加的天赋3，他没有太多意外，毕竟上次的土系魔法天赋也是这么来的。可惜没有别的天赋生成，萨隆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根本还是生命，至于魔法之类的作为辅助就好。对于生命值和冷却时间，萨隆有了一些猜想，但是不确定，还是得继续实验。想到这里，萨隆再次吐息了一下，还是那种黑龙特有的酸液，只不过腐蚀性似乎更加强大了。他有点失望，没有火焰吐息。其实他一直想做一只喷火龙来着。在5色龙中，红龙的吐息是龙焰，这种龙焰相当的霸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威力会越来越强大。一些古红龙的火焰吐息，就连一些火元素位面的火元素都抵挡不住。由此可见那种吐息的霸道之处。而火焰吐息和火焰魔法可不一样，前者是本能，后者要施法。几天后的德尔王国已经炸了锅，因为国王唯一的儿子拉威尔在屠龙的时候被恶龙杀了，据说找到的时候尸体异常的惨烈。国王开始根本不相信那几根被腐蚀的不像样的骨头就是自己的儿子拉威尔，但是经过宫廷魔法师们的反复检查和确认，证明那就是拉威尔王子，是被黑龙的酸液吐息当面命中痛苦的死去的。国王当场被气晕了，在醒来后国王大怒，直接将那天和拉威尔王子一同前去的那2个8级战士处决。在要杀卡列尼城的城主里奥的时候，里奥的师傅一位半圣域光系魔法师出面了，这才保下了里奥的性命。随后奥拉公爵的女儿罗拉被找回来之后，事情才明朗起来。据罗拉说，那里其实还有一条青年黑龙，并不是只有黑龙之母。在所有的战士去对付黑龙之母的时候，那条狡猾的青年黑龙趁机偷袭了罗拉，使他失去了一条手臂。而拉威尔王子为了救自己的心上人罗拉，便将空间传送卷轴的传送礼会给了罗拉，自己独自面对黑龙。在讲完这些后，罗拉更是伤心的晕了过去，甚至在睡梦中还在呼喊拉威尔的名字，这让人不禁感叹2人那真挚的爱情。公主殿下，拉威尔王子真的死了。在一座豪华的庄园中，一位身穿女仆装的金发女子向着一位红色头发的漂亮女子说道：“你确定？”红发女子站了起来，她挑了挑眉，在她的眼角各有一个美人痣，而且她的身材很好，个头很高，加上那种特殊的气质，居高临下的看着女仆，给了其很大压力。是真的，刚刚宫廷魔法师们确认了很多遍，拉威尔王子为了救罗拉女士，只剩下了几根被腐蚀的不像样的骨头。女仆战战兢兢地说道：“你相信拉威尔是那种舍己为人的人？”索菲亚嗤笑道。索菲亚看着王宫的方向，父亲，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呢？
红发女子正是德尔王国的三公主索菲亚，她的才能很高，今年更是达到了7级施法者的境界。但是她是女人，是无法继承王位的。而现在国王唯一的儿子死了，整个王国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已经暗流汹涌。萨隆在森林中仔细注视着尸骨沼泽旁边的数百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守护在旁边，他们戴的面具似乎有隔绝周围瘴气的作用。萨隆看着一车车的金币和财宝被这些士兵押送上一辆辆马车，毕竟空间魔导器可不是谁都有的。他仔细看了一下，发现里面似乎没有自己之前在龙穴里面见到的那种强大的附魔武器。看来黑龙娘带走了一些财宝，这些士兵将财宝运出来其实很不容易。黑龙娘的巢穴在沼泽地下，进去的士兵实力还不能太弱，因为巢穴中还残余着黑龙娘的龙威，普通士兵进去后就被吓得尿裤子，所以好几天以后他们才将财宝运出来。萨隆那猩红色的眼睛盯着最后面那辆马车，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黑色包裹，里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把斧头轮廓。萨隆就像一个经验老道的猎手一样耐心地等待着。在车队中有2个强大的9级施法者在守护着。萨隆注意到这2个家伙偷偷地藏了一些财宝，而旁边的士兵视若无睹，还有一些比较强的战士，装备巨大的弩箭之类的，他们明显防备着黑龙娘反扑。这种阵容凭借萨隆现在的实力根本没有办法硬冲，所以他决定智取。毕竟在大陆上人们的认知中，黑龙就是最卑鄙阴险的真龙，他们为了狩猎或者得到财宝无所不用其极。很快夜色慢慢降临，他们还是没有走出尸骨沼泽，马车实在太沉重了，而且这边的路根本不好走。尽管拉车的马匹拥有一些地龙的血脉，力气比起普通的马匹大了很多倍，但还是很吃力。休息一下吧，这鬼地方真讨厌。 2个9级施法者之一的木系魔法师罗德擦了擦头上的汗水，说道：“水系魔法师布兰摇了摇头，但是这尸骨沼泽太危险了，尤其是晚上，我们还是先走出这片密林吧。”罗德苦笑着指着车队说道：“看看战士们现在还有力气吗？”布兰远远看去，只见所有的战士都已经气喘吁吁，一些马车陷入了淤泥中后，一些战士正在极力想要将其拉出来。战士身上那沉重的盔甲和武器，此时成为了拖累。布兰叹了口气：“行吧。”罗德高声喊道：“大家就地扎营休息。”所有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这比打几场战斗还累得多。就在众人捡柴火做饭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丛林中一双猩红色的眼睛早就盯上了他们。看着这些家伙疲惫不堪的样子，萨隆知道机会来了。就在一个士兵刚刚卸下沉重的盔甲准备休息的时候，突然从黑暗处伸来一只利爪，将其脑袋整个捏碎。萨隆如法炮制，将其余几个士兵也搞定了后，靠近了最后的那辆马车。他将之前拉威尔的那戒指模样的魔导器从口中吐了出来。拉威尔的魔导器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空间有个10几方。在精神力的驱使下，这辆马车上面的物品直接被收入了魔导器。但是萨隆这边刚刚收取成功后，远处就传来一道愤怒的喊声：“谁？”萨隆知道他应该是触动了马车上面的警戒魔法，不过目的已经达到了，剩下的财宝无所谓了。在所有人来之前，萨隆一口酸液吐息笼罩了7、8辆马车，随后趁着夜色离开了这里。2个施法者带着战士们来的时候，只剩下地面一片狼藉。萨隆带着自己的战利品远离了尸骨沼泽，继续向着北方前进。那里丛林很多，地广人稀，适合他进行发育。萨隆也找了一下艾米丽和汉娜2个小龙妹，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祝他们好运吧。想到这里，萨隆随意找了一个在悬崖上的洞穴走了进去，里面没有任何生物，只有一些杂乱的羽毛，看来是某种飞禽之前在此地栖息。萨隆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后，开始查看今天的收获。打开魔导器后，一堆的东西出现在了眼前。首先是一些金币和银币之类的，其中让萨隆最看重的就是那个巨大的战斧。之前在龙妈洞穴中，萨隆很想将其作为盛宴的食材，但是迫于黑龙娘的威慑，还是暂时打消了那个念头。但是现在还是归自己了。这些金币、银币加上其他的武器以及这个强大的战斧，应该足够自己进行下一次盛宴了。不过还是得多多益善。萨隆决定出去用一些魔兽填补食材空缺。想到就做，萨隆翅膀一震飞了出去，开始寻找周围的魔兽。一些魔兽会散发出某种震慑性的气息来显示自己的领地，对于萨隆来说，这就是最明显不过的目标了。没费多大力气，萨隆就抓到了一只疾风狼和一只蝎尾狮。这2只魔兽在他们的领地内是王者，但是萨隆在这片几乎没有天敌，他就是食物链的最顶端。看着自己面前的魔兽尸体、金币还有武器，萨隆猩红的眼神中透露着期待。那么盛宴开始。萨隆先将2只魔兽连皮带骨的砍了下去，随后就是那把巨斧。巨斧的品质应该很高，但是在盛宴加持下，萨隆的牙齿超乎常理的锋利，巨斧被他一点点的吃了下去。在吃的过程中，萨隆也会吞一些金币、银币之类的当做小菜。金币、银币这种食材在萨隆的感知中，比起魔兽肉更加的适合盛宴。萨隆一边吃武器一边吃金币、银币，别说，还真有种吃大餐的感觉。不知不觉，当他将所有的食材全部吃完的时候，盛宴也终于结束了。在那片漆黑的空间中，萨隆又一次见识了自己的成长。这次盛宴改造除了体型之外，似乎着重在改造牙齿和爪子。萨隆看着自己的龙爪越来越粗壮，爪子上的金属色泽也越来越明显，脸部的咬合肌还有手臂上的肌肉越来越多，整个身体越来越大。毕竟肌肉就是力量。终于在体型膨胀到9米的时候停了下来。萨隆生命值210，盛宴层数6，盛宴冷却时间7天。天赋1，肉食者，你可以通过杀死敌人来恢复生命值和能量，恢复数值由敌人的生命能量的多少决定。
天赋2：土系魔法元素亲和，你拥有了强大的土系魔法天赋。天赋3：火系魔法元素亲和，你拥有了强大的火系魔法天赋。天赋4：破甲，你的利爪和牙齿将对敌人造成更多的伤害。萨隆看着自己的面板，果然如他所料，那把不知名的武器的特性应该是破甲。盛宴将这种特点加到了自己的身体上面。萨隆挥舞了下自己的爪子，旁边的石壁如同豆腐一样被切开。这次盛宴没开始之前，我也可以做到这么轻松的切开石壁，但是现在更轻松。他抬起双翼，慢慢从临时洞穴中走了出去，看着下面渺小的树丛和其中的一些小野兽，萨隆心中顿时有一股好奇。现在在这个世界，他才算有了一些自保之力。这个世界，我来了，精灵们、妖精们，等着吧！萨隆双翅一展，离开了这里，向着高空中飞去。萨隆站在大地上，使用土系魔法和大地脉动感应着地底下的情况。这已经是几天后了，萨隆自己也不知道他来到了什么地方。这周围除了树还是特么的树，他飞了3天都没有飞出森林，这让他感觉到一阵烦躁。这该死的传承记忆也不知道给他传承的地图。随手打杀了几只不知名的飞禽后，萨隆落到了地面上。他喝了几口飞禽的血液用来解渴。出于安全考虑，萨隆在落地后都会施展一下大地脉动，查看一下地底下的情况，防止有不知名的生物偷袭自己，比如说底栖魔鱼这种生物。但是这次似乎让他发现了一些好东西。为了确定，他还使用了探查术。探查术是一种龙类传承魔法，能够鉴别大部分物质。咦，居然是托帕石！萨隆内心很是惊喜。托帕石样子就像黄色的玉石，这种矿石外表呈现蓝黄色，透明度很高，而且质地极其坚硬，深受巨龙喜爱。这边的地面下足足有一整条托帕石矿脉，粗略估计可以开采几百吨，这在托帕石矿脉中属于大型矿脉了。对于任何一头真龙来说，这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萨隆想要仰天长啸一下，这种矿石作为食材应该不错吧？马德每次盛宴，萨隆都想迫不及待地将其使用，就像前世玩游戏的时候，看着自己的血量蹭往上涨，而敌人那刮痧的样子一样，那种感觉太愉悦了。萨隆虽然是真龙，对于财宝也很看重，但是他却不会像其他巨龙一样将其堆在洞穴中获得巨大的心理满足。对他来说，只有吃到肚子里的财宝才是好财宝。就在这时，萨隆感受到了一些魔法的波动，他叹了一口气，没想到在他专心致志地探查地底下财宝的时候，没有太注意周围的动静，居然让别的生物将自己作为了猎物。卑微的爬虫们，出来吧！萨隆目光灼灼地看向周围，在萨隆的注视中，周围的空气慢慢发生了变化，一个个身高2米多的生物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将他包围了起来。杂乱的武器，有骨棒，还有木头，有的体表还有一些简陋的铠甲。森林巨魔，萨隆认出了这种生命，那高大的体型，体表细小的绒毛，蓝绿色的表皮，还有那2只巨大的獠牙，这都是森林巨魔最明显的标志。真的是龙！一头提着巨大骨棒的巨魔兴奋地说道，还是一头看上去并没有成年的龙，这是他们恶齿部落崛起的希望。如果他们接受了龙血的洗礼，那么他们恶齿部落的实力会迎来巨大的变化。萨隆打量着这支人数大概80多人的森林巨魔部落。森林巨魔看上去和绿皮兽人很像，但是他们完全不一样。森林巨魔表皮是蓝色的，呈现绿色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体表会长一些绿色的苔藓。萨隆将目光看向了远处的3个明显比其他巨魔身材矮小的女性巨魔。绿皮兽人部落的施法者是萨满，但是森林巨魔的施法者则是天赋比较高的女性巨魔。男性巨魔一般都是战士。萨隆没有尝试起飞，因为这些女性巨魔刚刚施展了某种净空魔法，他如果要起飞需要花费不少力气，这段时间足够其他巨魔攻击他。而且萨隆也不想就这么离开，毕竟脚地下这巨大的矿脉需要矿工，他可没心思自己挖矿。愚蠢的巨魔，你们真的做好了向真龙出手的准备吗？萨隆那浑厚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他的嗓音和其他幼龙那种稚嫩的嗓音完全不同。他张开了自己那比寻常巨龙更加庞大的双翼，让自己显得更加有威慑力。随后更是抬起头颅，肆无忌惮地释放着自己的龙威。旁边的一些巨魔战士内心一阵压抑，有些甚至都握不住手中的武器了。这巨魔头领沙达尔看着眼前这头巨龙，内心冒出了一个想法：这种存在真的是自己的部落能应对的吗？沙达尔，这可能是我们恶齿部落唯一壮大的机会了。一旁一个老年独眼巨魔看着沙达尔退缩的样子，叹了口气。我不会放弃的。沙达尔闻言，黄色的双眼中顿时充满了坚定的色彩。巨龙浑身上下都是宝，它们的鳞甲可以制成最坚硬的铠甲，它们的牙齿和龙角可以做各种强大的武器，龙肉可以强身健体，龙血更是能够让普通战士成为强大的龙脉战士。战士们，为了我们的部落，大家一起杀了这头龙，取了龙血，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龙脉战士了，再也不会饿肚子了。在沙达尔的鼓励下，一些巨魔鼓起了勇气。沙拉曼，你们快点施法！在沙达尔的命令下，女性巨魔开始施展魔法，虚弱术、巫毒术，各种负面魔法开始施加在萨隆的身上，而对于其他的巨魔战士身上则施加了一部分增幅术，这让这些家伙更加的亢奋。前面的10几只巨魔战士投出了他们手中的骨质长矛，这种长矛都是用魔兽身上最尖锐的骨骼做的，比起铁制品更加的锋利，上面还附了魔法。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这只黑龙被长矛刺破了，鳞甲流出了新鲜的血液，这样他们就可以上去痛饮龙血了。但是萨隆面对这些长矛没有丝毫的躲闪，为了保险起见，他暗自给自己加了个10伏术，他要用最强大的姿态去征服这些巨魔。在巨魔们期待的目光中，萨隆躲都没躲，无数的长矛连他的鳞片都没有刺穿，就被弹在了地上。还有吗？萨隆轻蔑的
萨隆张开嘴巴，随意地咬住了袭来的长矛，猩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沙达尔。咔嚓咔嚓，长矛被萨隆直接咬碎吞了下去。还有吗？爬虫们，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拿出点真正的实力。沙达尔和巨魔们都惊呆了，在各种负面魔法的影响下，再加上巨魔们的长矛，对手居然毫发无损。如果巨龙真的都这么厉害，那么几百年前自己的祖先到底怎么屠龙的？沙达尔现在严重怀疑，部落中那些家伙口中巨魔祖先屠龙的传说，根本就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萨隆见这些家伙待在原地，语气不耐烦道：“看来你们没有办法让我再继续逾越下去了，那么就去死吧！我跟你拼了！”终于在这种高压下，有几个巨魔战士忍不住了，大吼着拿着鼓棒冲了上来。萨隆无视了他们的攻击，一爪一个抓在了手里。不要！沙达尔看着这一幕，内心满是痛苦。萨隆看了沙达尔一眼，随后将巨魔战士的上半身捏爆，就像捏爆一个番茄一样简单。你刚刚说我要什么来着？萨隆扔下了尸体后问道。他不是黑龙，黑龙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巨魔战士大声说道。尊敬的黑龙阁下，这次是我们恶齿部落冒犯了您的威严，我们会奉上部落所有的财宝，祈求您的原谅。沙达尔放下了自己的武器，卑微地说道。身为部落的首领，他不只是武力值比起其他巨魔更加强大，他的智力也比其他的巨魔更加的高。眼前这头黑龙并没有直接上来赶尽杀绝，只是杀了冒犯他的几个巨魔，这就意味着还有缓和的余地。所有的生物都知道真龙最喜欢财宝，那么他就将这么多年来积攒下的所有财宝送给他。尽管他们的财宝其实也没有剩下多少了，以后再从别的地方抢一些就好了。财宝？我可以将你们全部杀死，那么你们的财宝照样还是我的，这样就想抵消冒犯真龙的代价。萨隆嘲讽道。沙达尔感觉有点难办了。黑龙在五色龙中是出了名的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红龙还能忽悠下，但是黑龙根本没有办法去交流。那么黑龙大人，你想怎么样？沙达尔硬着头皮说道。不是我想怎么样，而是你们想怎么样，是想活还是想死？萨隆舒展了一下翅膀，说着令人不寒而栗的话。黑龙大人，我们想活着。沙达尔握紧了手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生物不想活着。他知道眼前这只黑龙要露出自己的獠牙了。萨隆看着眼前这个首领巨魔，看来你是个聪明的巨魔，我想让你们成为我的眷属。成为大人您的眷属，我们很愿意。沙达尔拍着胸口说道。那答应的这么痛快，是不是有诈？萨隆看着这些家伙，心里有点打鼓。在他看来，他们应该宁死不屈一下，自己再杀了这个首领巨魔，然后重新扶持一批巨魔。但是这家伙答应的太痛快了，自己刚刚可是杀了他们的族人，这家伙不会想着卧薪尝胆吧？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要成为我的眷属？萨隆戏谑地说道。沙达尔早就听说色彩龙反复无常了，但是今天自己才领略到了这种反复无常。刚刚不是他自己让他们恶齿部落成为他的眷属了吗？大人，您这伟岸的身姿、威武的外表，还有这强大的力量，都征服了我们恶齿部落。沙达尔用他那贫瘠的词汇夸赞着萨隆。他们森林巨魔本来就是邪恶阵营，投靠更厉害的生物本来就是应该的。毕竟在这片他们恶齿部落本来就不是最强大的，这段时间一直在和别的部落战斗，导致他们的战士数量锐减。如今有这么一个强大的黑龙来这里，仔细一想，认他为主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可以庇护他们的族人不受其他生物的伤害。但是黑龙生性残暴，以后不能让族人触怒他了，防止族人受到伤害。大人，我为我们刚才的冒犯向您赔罪。沙达尔心中下定了决心，他直接伸出手指，活生生抠下了自己的一颗眼珠，放在了掌心，随后跪下，双手将自己的眼珠举过头顶。那么我接受你们的效忠。巨魔，告诉我你的名字。萨隆看着沙达尔说道，他很敬佩对方的意志，毕竟这种痛苦非同一般。沙达尔松了口气，他示意了一下其他族人，那些女性施法者解除了净空法阵，男性巨魔则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一起跪在了地上。森林巨魔恶齿部落首领沙达尔带领所有族人向大人效忠。沙达尔跪地大声说道。沙达尔。萨隆有点惊奇，还有叫这个名字的？是的，大人，我的名字就是沙达尔。沙达尔说道。好吧，傻大尔就傻大尔，没啥不好的。现在带我去你们的族地。萨隆开口说道。沙达尔姿态放得非常低，遵命我的主人。萨隆跟随着一众巨魔来到了一处山谷中，这里就是恶齿部落的族地。沙达尔之前已经派了手下向留守在这里的族人说明了一切，所以旁边有很多森林巨魔的老弱妇孺聚集在一旁。一个蓝皮肤的小巨魔好奇地看着萨隆，这个黑龙好像跟族人们平常说的黑龙不一样啊。旁边一个女性巨魔听到后拍了一下小巨魔的脑袋，拉着他一起跪了下来。他们知道自己所有人要效忠的就是眼前这条黑龙吗？万万不能让他生气。萨隆打量着这个部落，成年战士一共加起来也就是100名左右，剩下的老弱妇孺有个300多。当然巨魔一族可以全民皆兵，在部落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时候，这些老弱妇孺都会成为战士。毕竟一个幼年巨魔就可以轻轻松松弄死好几个成年人类。大人，您的住处我会尽快让手下准备好的，食物我也会送过来。沙达尔看着萨隆的目光盯着那些小巨魔，急忙转移话题，生怕萨隆用小巨魔打牙祭。这个先不急，沙达尔，你们恶齿部落怎么就这么点战士啊？萨隆来的路上才知道沙达尔不是傻大尔，但是一个森林巨魔部落300多老弱妇孺，只有100名成年巨魔，这比例很不正常。萨隆大人，我们森林巨魔之前的战士很多的，但是最近旁边的一个半兽人部落和我们的冲突很严重，
折损了很多族人。沙达尔叹了口气，在他的解释下，萨隆才知道，原来这片被称之为落日森林的地方是他们森林巨魔的领地。他们在这一块发展的很不错，猎物也很充足，偶尔再打劫一下一些商队之类的日子，其实挺滋润的。落日森林旁边有一个半兽人部落，他们的实力比起恶齿部落差不多，但是两个部落一直没有大的冲突，还算和睦。但是最近那个半兽人部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侵犯他们的领地，他们已经发生了好多起大的冲突，双方都各有损伤。萨隆还想着矿工似乎不够用，没想到这就有了发现。萨隆在沙达尔的安排下住进了山谷最深处的一个巨大的洞穴，这本来是巨魔一族的避难洞穴，里面早就被沙达尔的手下打扫得非常干净。萨隆还算比较满意，沙达尔也拿来了森林巨魔一族这些年收集到的财宝之类的。萨隆看了一下，大概100来枚金币，大部分都是一些宝石、铠甲、兵器之类的，上面血迹斑斑，应该是被打击的商队或者冒险者留下的。巨魔一族的宝藏就这些，萨隆有点失望，跟黑龙的比起来简直就穷。这是什么？萨隆拿起了一个蓝色的项链，这个项链上面的魔法元素非常的浓郁，由7颗蓝宝石一样的物体组成主体，最下面是一个白色的海螺，看上去很是漂亮。萨隆大人，这是之前我们打劫一个商队的时候发现的。据那个商队的负责人说，这东西叫做海妖之泪，是一件魔法武器，但是我们找不到使用的办法。沙达尔回答道：“都怪那些崽子杀得太快。”海妖之泪。萨隆看着这个项链，感觉这玩意儿对自己应该很重要。沙达尔，你派人去我们之前的那处地下，那里有一些矿脉，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开采一批出来。萨隆收起了海妖之泪，他要为即将到来的盛宴做准备。萨隆大人，我们森林巨魔并不擅长采矿啊。沙达尔有些为难道，让他们打打杀杀可以，去采矿就有点困难了。怎么，成为我的眷属后的第一个任务，你就告诉我你无法完成？萨隆眼神中带着危险的味道。萨隆大人放心，我们保证会尽快开采出来。沙达尔心中一紧，赶忙说道：“那就赶快去做。”遵命。沙达尔走出洞穴后，遇到了之前那个老年巨魔，这是部落的最年长的巨魔沙尔曼。沙达尔怎么样了？沙尔曼见沙达尔愁眉不展的样子，急忙问道。沙达尔将萨隆的吩咐说了一遍后，沙尔曼也陷入了沉思。沙达尔，整备战士们，准备好武器出发。我有一个主意。沙尔曼浑浊的黄色眼睛一亮。什么意思？沙达尔惊喜道：“你忘了我们的2个储备食物仓库了？”沙尔曼笑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地精和狗头人可是最擅长干这些事情的。”沙达尔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在落日森林还有2个小部落，一个地精部落和一个小狗头人部落。这2个部落其实是恶齿部落留着当粮仓的。每到捕猎困难的季节，恶齿部落都会派出战士去抓一些地精和小狗头人食用。恶齿部落不会吃幼年地精和狗头人，他们也知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萨隆看着沙达尔急匆匆的样子，没有在意。他才不管沙达尔怎么做，反正到时候矿石必须给他开采出来。跟盛宴有关的他从不马虎。讲到这里，他看向了一旁的海妖之泪，这个玩意儿给自己的感觉比之前那个巨斧还要强烈。不出意外，海妖之泪就是这次的主要食材了，再搭配一些矿石和金币之类的盛宴，应该勉强够用了。快快快！你们这些恶心的家伙！森林巨魔战士们驱赶着一些长着长耳矮小的绿皮地精，来到了之前萨隆发现的那个托帕石矿脉的位置。还有一批战士们压着一些狗头人跟在后面。狗头人的皮肤呈鳞片状，颜色从暗褐色到黑色，有2个浅色的小脚，眼睛发亮，尾巴笔直似鼠。尊敬的沙达尔大人，这是要做什么？一个明显是首领的地精战战兢兢地看着沙达尔，他身上穿着一些破破烂烂的皮甲，难道这次这些家伙要把他们全部吃掉了？沙达尔没有理会他，而是直接站在了高处。你们听着，不管是狗头人还是地精，我们恶齿部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会再吃你们了。沙达尔说出这话的瞬间，就引起了一片骚动。森林巨魔不吃他们了？真的假的？现在在你们的脚下有一个巨大的矿脉，我需要你们用最短的时间给我开采出一批出来，这是证明你们价值的时候。如果你们做不到……说到这里，沙达尔顿了一下。大人请放心，挖矿是我们的天赋，我们会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的。地精们激动了，原来这些家伙真的不吃他们了。这是你们的工具。沙达尔指着地上的一堆白骨说道：“这是他们部落狩猎到的凶暴种的骨头。还有一件事，你们可以用挖到的矿石来换肉，1份肉换10倍的矿石。”沙达尔心痛地说道：“这是沙尔曼让他说的，在他看来，这些低贱的家伙怎么配吃他们狩猎的成果？但是这也没办法，总不能让这些家伙饿着肚子干活吧？如果耽误了萨隆大人要求的时间，那么沙达尔不敢想象后果。”地精和狗头人嘶吼着向着矿脉的方向冲去，一些刚到那里又回来抢白骨工具。地精和狗头人打得不可开交，他们可以吃肉了，还是森林巨魔给的肉？森林巨魔们看着乱糟糟的场面，不得不维持一下秩序。让森林巨魔们激动的是，地精和狗头人不愧是挖矿的行家，不一会儿功夫，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个矿坑。地精们能够准确勘探出哪里最容易开采，怎么开采不会塌方之类的。不一会儿，地精首领就背着几块黄色透明的托帕石矿石走到了沙达尔的面前。沙达尔看着这透明发光的矿石也很是激动，这种漂亮的矿石一定很珍贵，怪不得萨隆大人这么重视。大人，我也采到矿石了。一个狗头人气喘吁吁地背着一大块矿石来到了沙达尔身边。很好，你们带着矿石跟我来。沙达尔大手一挥，高兴地说道：“遵命。”萨隆正在整理食材的时候，沙达尔带着2个矮个子家伙来到了自己的洞穴中，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背上的矿石上面。沙达尔，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开采出
出来了。萨隆肯定的点点头。大人，我们找的地精和狗头人一起来开采的。沙达尔躬身行礼道。而一旁的地精首领维克斯和狗头人道格已经惊呆了，他们没想到自己居然跟着森林巨魔见到了巨龙。狗头人道格更是不堪，他直接趴在了地上，五体投地，向萨隆表示他的敬意。伟大的真龙，道格向您效忠了。居然是龙语。萨隆发现这个狗头人居然说的是龙语。伟大的真龙陛下，您的身姿比任何的生物都要伟岸，您的威严更是无与伦比，请接受我这卑微的忠心。道格谦卑地说道。好，我接受你的效忠。萨隆很是高兴，狗头人身上据说有一点真龙的血脉，所以他们中有的会说一点龙语。萨隆可不认为这些家伙身上有真龙的血脉，而且狗头人碰见任何真龙，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效忠，非常狂热。他们天生就是巨龙的眷属，而且狗头人和巨魔那种只会打打杀杀抢劫的不一样，他们是天生的矿工。这时一旁的地精维克斯急忙说道：伟大的真龙陛下，维克斯向您效忠，而且我还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他看到区区狗头人都可以效忠真龙，于是他也起了心思。什么消息？萨隆猩红的眼睛注视着维克斯，维克斯还没有萨隆的一只爪子大，这让他压力非常大。维克斯快速地说道：我们部落之前在落日森林旁边发现了一个魔铁矿石矿脉，但是那里处于半兽人部落的旁边，所以并未开采。魔铁矿石矿脉，你确定？萨隆来了精神，难道自己真的欧皇附体了？伟大的真龙陛下，我曾经在人类社会当过奴隶，帮助他们开采矿石，我学习了各种矿石的开采和辨认方式，所以那肯定是一座储量相当丰厚的魔铁矿石矿脉。维克斯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沙达尔脸色有点难看了，这家伙居然胆敢不告诉自己。魔铁矿石矿脉那可是大陆上最吸引人的矿脉之一，和平常的铁矿石不一样，魔铁矿石是可以直接附魔的，其原始硬度就比一般铁矿石坚硬数倍，武器、盔甲还有各种东西都离不开魔铁矿石。很好，地精，告诉我你的名字。萨隆一看这还是个博学的地精，更高兴了，这都是高端人才啊！地精低下了头，惶恐道：伟大的真龙陛下，我叫维克斯。但是他的心中狂喜，他感觉自己终于改变了命运。萨隆兴奋道：我们过2天出发，去看铁矿石矿脉。他打算盛宴过后再去，对于那地方有什么半兽人部落的，他选择性的无视了。不让他采矿石就是不给他食材，没有食材盛宴就进行不下去，盛宴进行不下去就会老死，所以管他那么多干嘛，搞就完了。是魔铁。维克斯在内心辩解了一句。在地精和狗头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开采了超过5000斤的矿石。沙达尔在萨隆的要求下，带着巨魔战士去捕猎了3只魔兽。捕猎魔兽是很凶险的事情，沙达尔他们出动了几乎一半的战士，还有女性施法者，才成功捕猎到。在山洞中，萨隆用吐息魔法封闭了整个洞穴口，并下达了让沙达尔他们别打扰自己的命令后，开启了盛宴。首先是主菜海妖之类，果然在盛宴开启后，这玩意儿香味十足，而且吃起来咸咸的，有种大海的味道。萨隆站在判断东西的好坏都是根据盛宴的香味来判断的，越香品质就越高。随后就是托帕石矿石，萨隆足足吞噬了3000多斤，还有3只魔兽尸体也连皮带骨啃了下去。再吃了一点金币当做调料后，在萨隆期待的目光中，盛宴达到了100%。在萨隆这次的感知中，盛宴主要改造的是自己的喉咙位置，莫非是喷吐器官？但是又好像不太像。萨隆摇了摇头，默默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终于伴随着萨隆睁开了眼睛，盛宴改造宣布结束。萨隆生命值235，盛宴层数7，盛宴冷却时间5天。天赋1，肉食者，你可以通过杀死敌人来恢复生命值和能量，恢复数值由敌人的生命能量的多少决定。天赋2，土系魔法元素亲和，你拥有了强大的土系魔法天赋。天赋3，火系魔法元素亲和，你拥有了强大的火系魔法天赋。天赋4，破甲，你的利爪和牙齿将对敌人造成更多的伤害。天赋5，野性尖叫，你的吼声将对敌人造成更多的伤害，并且打断其施法状态。果然新增了天赋，还是大虫子的主要技能之一。这玩意儿在这个世界中可是神技，能够打断施法状态。比如说之前森林巨魔的净空法阵需要施法者一直施法，那么自己一声吼叫就可以打断他们的施法，从而破除净空法阵。自己就是法师的天敌啊！战士用斗气蓄力应该也可以打断吧？想到这里，萨隆就想吼上2嗓子，但是他还是忍住了。破开洞穴上覆盖的土石之类的东西，萨隆走出了洞穴。这次他的体型增加的不多，接近10米左右。萨隆用爪子在胸口的鳞甲上面扣了扣，顿时冒出一阵阵火花，鳞甲的厚度似乎又提高了不少。现在他全身漆黑，只有2只猩红的眼睛和头上龙角根部有一点点的红色波纹，和一般黑龙的鳞甲完全不同。黑龙的鳞甲随着年纪的增长会慢慢的偏向灰黑色，这有利于它们在沼泽中生存。就像白龙幼崽刚刚出生，鳞甲可以当镜子一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鳞甲会变成灰白色，而萨隆的鳞甲则一直是深邃的黑色。沙达尔，去给我找几个你们部落的施法者，我要做个实验。萨隆看着沙达尔发呆的样子说道：主人，您这伟岸的身姿简直就是无与伦比的，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您的敬仰了。沙达尔鞠躬说道。萨隆乐了，这家伙居然这么会说话了，说的还这么好听。不错不错，快去找施法者吧。萨隆难得的和蔼了一下，这龙屁拍的确实舒服。遵命，我的主人。沙达尔屁颠屁颠的跑去找女性巨魔了，他实在想不通萨隆大人为什么半天
天时间就可以变化那么大，难道这就是真龙吗？想不通他就不想了，反正以后老实效忠就好了。在森林巨魔一族的几个女性巨魔的配合下，萨隆对于野性尖叫也有了进一步了解。自己发动野性尖叫的时候，声波会扩散到旁边，打断一切施法，但是具体的范围要以自己的承受力为主。他现在最大可以用野性尖叫直接打断150米范围内敌人的施法动作，但是代价是他的喉咙必须休息一下，要么用肉食者天赋恢复。但是如果只是将范围固定在50米左右，那么就可以多次使用。等以后自己的盛宴层数更上一层楼后，范围也会慢慢加大。萨隆满意的点点头，这还不错。你们下去休息吧。看着一旁3个女性巨魔那疲惫的样子，萨隆说道：“遵命，主人。”3个女性巨魔擦了擦汗水，迅速离开了这里。萨隆说道：“沙达尔，带上那个地精首领维克斯去看看我们的铁矿石矿脉。”这种看着自己一次一次变强的感觉太美妙了。沙达尔激动道：“好的，我的主人。不好了，沙达尔首领，那群半兽人杀来了。”这时，一个巨魔战士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他敬畏地看了一眼萨隆，行了一脸。沙达尔闻言大怒：“什么？那群该死的半兽人居然敢主动来招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巨魔主动挑事，这一次半兽人主动挑事也就罢了，还打到家门口来了。”沙达尔向着萨隆行了一脸：“萨隆大人，我先去处置一下那些家伙。”萨隆准许了沙达尔的请求：“去吧，我们的铁矿石矿脉就在半兽人部落的旁边，迟早要和他们打交道的。”而且他对于半兽人还挺好奇的。森林巨魔部落外面，数百名类人生物正在严阵以待。库克，谢谢你们铁蹄部落这次能够出手帮助我们。一个猫耳少女清脆地说道。库克豪爽地说道：“不用客气，温妮，我们半兽人就是应该团结在一起，不然早晚会被这些家伙欺负死。”库克是一个牛头人，他的头上是一对巨大的牛角，脚下是2只强壮的牛蹄子，身后还有一条牛尾巴甩来甩去。他们来了！温妮看着远处浓烟滚滚，该死的半兽人，原来你们找了帮手！沙达尔独眼盯着库克说道：“这家伙可不是一般的半兽人族群，这下有点麻烦了。”沙达尔，我们不想和你们开战，只想拥有一片暂时的栖息地而已。猫耳少女温妮说道：“这片落日森林全部都是我们森林巨魔一族的，你们别想占据。”沙达尔寸步不让道：“沙达尔，一段时间不见，你居然变成独眼了！”牛头人库克说道：“对于巨魔来说，伤疤就是荣耀。我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是换来的是族群的未来。你们这些家伙是不会懂的。”沙达尔想到萨隆那伟岸的身姿，傲然说道：“他现在有了底气，说话也硬气了起来。如果在之前的时候，铁蹄部落和蔷薇部落联手的，他可能会妥协。”沙达尔，看来你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库克手一挥，周围的铁蹄部落战士摆好了架势，准备攻击。库克的个头也有2米多，比起沙达尔丝毫不差。他的大鼻孔呼出了2道粗壮的白气。库克，你敢跟我单挑吗？沙达尔拿出了自己身后的巨大骨棒。一只眼睛也敢这么嚣张？库克丝毫不惧地从身后取下了他的双刃斧头。沙达尔独眼中露出凝重，他看似不在乎库克，但是实际上只有他自己知道眼前这个家伙有多难缠。他的力气不比自己弱，牛皮防御同样强大，而且牛头人一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天赋，那就是铁蹄践踏，可以造成大规模的伤害，尤其是摧城拔寨非常厉害。这种天赋在大规模战争中非常的可怕。以前人类和半兽人开战的时候，人类的城池碰到牛头人战士基本上形同虚设，更别说这边有数十名精锐牛头人战士。如果他们一起施展铁蹄践踏，那么自己这边的巨魔战士还好，但是老弱妇孺肯定损失惨重，所以他才出言挑衅，让其1对1。沙达尔，你只有一只眼睛，我先让你出手。库克自信地说道：“这是你自找的。”沙达尔没有客气，使了大力用骨棒向着库克砸去。库克反手用巨斧抵挡住了沙达尔的骨棒，轰隆！库克这一下直接被沙达尔砸退了4、5步。沙达尔，你的力气又变大了。2人的战斗风格很接近，所以都是面对面的进行硬碰硬，战斗异常的激烈，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就是最原始的力量碰撞。再次一斧头劈开沙达尔后，库克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脚腕，看来得动真格了。沙达尔毫不示弱道：“来吧！”其实他内心已经不认为自己可以赢了，幸亏这几天一直在适应用独眼进行战斗，不然刚刚早就输了。铁蹄践踏！只见库克的右踢脚用力往地面重重一跺，轰隆隆，地面上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波纹，向着沙达尔攻击而去。沙达尔知道牛头人一族的绝招，所以提前跳了起来，但是库克却没有在意。双重铁蹄践踏，他的左踢脚也重重的踏下，顿时一股比起之前强烈的力道顺着地面传递到了刚刚落地的沙达尔身上。噗嗤，沙达尔被狠狠击飞，摔在地上，吐了一大口血。沙达尔，你输了。库克淡淡说道：“我是输了。”沙达尔擦了擦嘴角的血水。温妮和库克相视一笑，看来目的可以达成了。但是你们还是无法得到落日森林的居住权。沙达尔接着说道：“你想反悔？”库克的眼神危险起来了。就在气氛僵持住的时候，一个浑厚的声音传了出来：“因为他没有处置权。”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了所有人的头顶。温妮抬头看去，只见一个长相异常狰狞的黑龙张开双翼站在人后。主人，您来了。沙达尔费力地站了起来，他感觉自己的骨头都快断了。牛头人的铁蹄践踏果然不容小觑。龙，沙达尔，你居然在供奉一条巨龙！温妮惊呼道。库克和所有的牛头人则如临大敌地看着萨隆。这头黑龙的气势太强大了，而且他的长相似乎和人们常说的黑龙怪盗不一样。
而此时的萨隆正在盯着远处的温妮，居然是兽耳娘，还是猫女。萨隆感觉自己那已经死去的宅男之心又回来了。那完美的身材，蓝紫色的眼睛，紫色的长发及腰如同丝绸一般，精致的容颜，头上2只黑色的猫耳朵，身后还有一条尾巴甩来甩去。而且让萨隆惊奇的是，他居然穿着黑色的丝袜状服饰，这让萨隆内心蠢蠢欲动。库克看着这头黑龙从开始到现在一直盯着温妮看，忍不住用自己高大的身形将温妮护在了身后。传说色彩龙都喜欢吃美丽的少女，这头黑龙不会想吃温妮吧？萨隆收回了目光，将目光又看向了其他的半兽人。他可不是这么色令智昏的龙，但是龙性本能，一定是恶龙的本能在影响他。黑龙，你要怎么样？库克如临大敌的看着萨隆，按照体型来看，眼前这头黑龙已经是青年龙了，实力不弱。你们闯入我的领地，打伤我的眷属，还问我要怎么样？萨隆低下头俯视着库克。黑龙大人，我们真的没想着随意入侵别人的领地，这是逼不得已。温妮从库克身后站了出来，说道：“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事实就是你们冒犯了我。”萨隆张开大嘴，露出了自己满嘴的獠牙，肆无忌惮地释放着自己的龙威，顿时周围所有的生命感觉到一股很强大的压抑，这种感觉就像心脏上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难受。黑龙，你真的非要跟我们为敌吗？我们这里有这么多战士，你还没有成年，如果真的打下去，你肯定会死。库克说道。没有人会闲得没事干，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选择和一头黑龙进行战斗。萨隆看着他身后装备精良的牛头人战士，实力的确都不错。如果是一般的青年黑龙，如果和这些家伙死磕，说不定真的会死。但是萨隆可不是一般的黑龙，他此时的实力比起任何青年红龙都要更加强大。看来是得给你们一个教训了。萨隆没有在意库克的威胁，开玩笑，如果就这样被吓到了，那么他才长这么大个头了。如果不去想要更多的眷属，他早就弄死这些家伙，抓着兽耳娘离开了。大家小心，准备攻击。库克很是果断，而温妮的身影则慢慢变得透明，然后消失在了空气中。萨隆大人小心偷袭，那个女扮兽人能将自己的身体隐藏在周围空间中。沙达尔高声提醒萨隆，之前他们部落的不少战士就是被这么杀掉。萨隆好奇地看了一眼兽耳娘消失的地方，这隐藏的够彻底，没有去管那边的情况。萨隆开始专心应对眼前的牛头人战士。沙达尔，你们别上，让我自己来。萨隆制止了蠢蠢欲动的沙达尔，矿工们来之不易，他可不想折损在这里。杀！库克举起双刃巨斧高高跳起，萨隆一看这么大个靶子也不好不打，于是直接一尾巴就抽飞了库克。库克惨叫一声，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幸亏地面上几个牛头人战士接住了他，才没有遭受更加严重的伤害。但是饶是如此，库克的骨头也断了好几根，但是他强忍着站了起来。这就是巨龙的力量吗？大家一起上！库克没有犹豫，直接让所有铁蹄部落的精锐战士使用了铁蹄践踏。轰隆隆，在无数牛头人的践踏下，一道道冲击波向着萨隆席卷而去。最关键的是，在萨隆的脖颈部位突然出现了一道黑色的牵引，正是猫女温妮。她想要牵制住萨隆，防止他升空。只见猫女的双手中出现了2个爪形兵器，向着萨隆的眼睛拨去。只有这样吗？萨隆失望地说道。其实他可以直接快速升空躲避牛头人战士的攻击。则被萨隆一爪子摁在了地上，再也动弹不得。恶龙，你放了温妮！库克嘴中吐着血，看着萨隆爪子中的温妮说道：“这可是我的战利品。”萨隆无视了他的愤怒：“对不起，库克，是我连累了你们部落。”此时的温妮被萨隆抓在手中，身上满是灰尘，脸色满是泪痕。沙达尔，将这些家伙全部给我关起来。萨隆看着旁边目瞪口呆的沙达尔说道：“遵命，我的主人。您的神威已经深深地震撼了我。”沙达尔眼神狂热地说道：“行了行了，
赶紧去吧。萨隆转身说道，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研究手中的兽耳娘了。萨隆展开双翼振翅一飞，没过一会儿就飞到了自己的洞穴口。他抓着生无可恋的温妮走进了洞穴中，随后将其放下来。黑龙阁下，请你放了库克他们吧，都是我的错。刚刚放下温妮就站了起来，被萨隆握在掌心，他感觉自己浑身都快散架了。但是既然萨隆没有第一时间吃了他或者杀了他，那么一切就都有机会。看着温妮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萨隆毫不客气道：“我不会放他们的。”那您要怎么样？温妮小声问道。“我想让你们做我的眷属，为我服务。”萨隆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黑龙阁下，我可以让蔷薇部落加入您的手下，但是库克他们是牛头人一族，他们的脾气很倔强。温妮结结巴巴地说道：“这个世界强者为尊，萨隆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那么比起死亡，他更愿意臣服。但是库克，你这么弱，怎么能决定你们部落的未来？”萨隆看着这个兽耳娘，其实我不弱的。温妮郁闷道：“他的天赋在部落中可是数一数二的，那种暗杀天赋让他成为了最可怕的刺客。所以上任首领意外死亡后，由他暂时担任首领。但是没想到萨隆刚好克制他，偷袭打不动，还被一嗓子破了天赋技能。萨隆倒是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多的心里话，他其实挺看好。”给搞死吧！算了，还是亲自去看看吧。凭借自己的体质，应该不至于被病毒给搞死吧？为什么非要来落日森林？萨隆好奇问道。因为在南面是半兽人帝国的领土，东面是一个强大的人类城邦，而那片陨石影响范围太大，我们只能来这里。温妮老实说道。半兽人帝国，你们为什么不去半兽人帝国呢？温妮犹豫了一下。因为我们都是罪民的后代，回去就是死。原来在几十年前，半兽人帝国发生了政变，结果失败了，一些强大的主要成员被全部灭杀。温妮他们就是这些成员的后代，本来他们也要被灭杀的，但是半兽人帝国内部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特意放过了他们这些弱小者，所以他们逃出来后就建立了一个部落，因为都是老弱妇孺，所以就起名蔷薇部落。但是外界还是称呼他们为半兽人部落，听起来又是权力斗争什么的。萨隆感觉搞权力之类的都有点重，这可是超凡世界，个人的力量很重要。对于他来说，眷属就是让自己变强的工具，不然闲的没事收眷属。当然，对于有的真龙来说，眷属用途也很多，可以用来撑场子，也可以用来打仗，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当做食物。那就明天去你们部落看一下吧。萨隆说道。对了，你身上的这种黑色的丝袜，就是黑色的丝质衣物，是你自己做的吗？萨隆突然问道。这是黑魔丝，用一种魔法植物做成的，可以辅助魔力在体表进行传送，能够让我的天赋技能持续时间更久。温妮解释道。黑魔丝，以后就叫黑丝吧。萨隆伸出一根手爪勾了勾温妮胳膊上的黑魔丝，但是他的手爪相对温妮的身体来说太大了，结果一下给扯破了。萨隆看着地上那一缕黑丝有点无语，这也太脆弱了吧。
气氛稍微静了那么一下，温妮下意识摸了摸被抓破的地方。可是他本来就叫黑摩斯的。温妮小声辩解了一下，她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改名字。听我的。萨隆直接拍板。温妮点了点小脑袋。萨隆看着温妮这样子有点无奈，自己现在想做点爱做的事情也办不到啊。按照年龄来说，他现在应该还是雏龙，但是从体型上看，他应该是青少年龙。一般来说，青少年龙就可以施展变形术，将自己变成类人形态，比如人类或者精灵半龙人之类的。大多数龙类除了必要的时候，并不喜欢变成类人形态，因为真龙只有在本体情况下才能发挥出自身全部的实力。如果变成类人形态，那么实力会受到很大限制。历史上不缺乏一些龙类变成类人形态，结果被对手偷袭的事情，但是也有些真龙喜欢变成人类之类的类人生物，比如说金属龙中的银龙，有的银龙可以保持人类形态，生活在人类城市中长达10几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会和自己喜欢的人类结成伴侣，等到伴侣死去就会离开。温妮，从现在开始你就当我的女仆吧。萨隆突然说道，兽耳娘不能浪费了啊！女仆？温妮瞪大了眼睛，怎么不愿意？萨隆眼神略带危险的看着温妮。我愿意。温妮长舒了一口气，早就听说过五色龙喜怒无常，性格反复，这下他真的领略到了。行，您准备一些衣物，做个女仆装，现在过来帮我擦擦鳞片。萨隆继续趴在了地上。温妮呆了一下，随后反应了过来，从一旁的角落中搬出了一口大石缸，往里面倒了一些山洞中的山泉水，再将石缸搬到了萨隆的身边，就开始清洗起来。萨隆感受了下，感觉有点不对劲。用你的小猫爪子，之前挠的时候不是挺厉害的吗？遵命。温妮小脸一红，双手手背各弹出了3只锋利的猫爪一样的东西，开始慢慢的挠起来。还不错。萨隆满意的点点头，有种挠痒痒的感觉了。兽耳娘还是舒服啊！就在萨隆享受的时候，沙达尔风风火火的冲了进来。萨隆大人，那个库克一直吵着要见你。大人您这是？沙达尔有点疑惑，那个半兽人伸出爪子趴在萨隆大人背上干嘛？不用理会，他在帮我清洗鳞甲。萨隆睁开了眼睛。萨隆大人，要不要我安排我们巨魔一族的女性来帮你？她们的力气还有速度肯定比他快多了。沙达尔说道。萨隆脑海中想到那些女性巨魔虎背熊腰的样子，还有那满嘴黄牙，感觉一下子就不好了。还是让他们帮你吧。萨隆淡淡说道。好吧。沙达尔摸了摸脑袋，族中那些女性巨魔那么有味道，为什么萨隆大人不喜欢呢？不是说真龙可以发现每个种族的美吗？把那个库克带上来。萨隆想起了刚刚沙达尔说的话。遵命。没过一会儿，在4个巨魔战士的押送下，牛头人库克被带了上来。咔嚓咔嚓，他的双手双脚带着粗壮的锁链，这些锁链隔断了他身上的魔力传导，走起路来相当的吃力。黑龙阁下，这次是我们得罪您了，但是温妮是个好女孩，希望您不要伤害她。库克一见到萨隆就立马说道。她已经是我的了，我不会伤害她的。萨隆饶有兴趣的说道。你把她怎么了？库克突然看到了地面上一缕黑色的布料，他认出来这正是温妮身上的衣物。库克哥哥，我没事。这时温妮从萨隆背后探出了小脑袋，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高兴地走到了库克的面前。你没事就好。库克见温妮这样子，松了一口气。库克哥哥，我已经决定让我们蔷薇部落成为萨隆大人的眷属了。温妮认真地说道。什么？他可是恶龙啊！库克急了，温妮这种纯洁的女孩怎么能在一条恶龙的手下做事呢？库克话刚说完，沙达尔直接给他一个大嘴巴子，将他抽倒在了地上。主人仁慈，你们居然胆敢这样！沙达尔面无表情地说道。库克的嘴角流出了鲜红的血液。库克哥哥，温妮想上前去扶起库克，但是萨隆直接用手爪挡住了他。果然是一头犟牛。沙达尔，去让所有的牛头人战士，包括这个库克，全部去挖矿。他们每天的工作量要是地精和狗头人的10倍，完不成就没有饭吃，而且吃的要比地精还差。告诉他们，这是库克自大的代价。萨隆眼神冰冷地说道。遵命。沙达尔提起库克的2只牛角，就这么带着他离开了这里。主人，求求你了。沙达尔刚走，温妮就跪了下来，他连称呼都变成了主人。这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你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去你们的部落。萨隆看了他一眼，就闭上了眼睛。温妮的哭泣声慢慢的从一旁传来，但是萨隆没有再理会他。萨隆爪子抓着温妮在天空中快速飞行。温妮，我们还有多久到你们部落？萨隆出声问道。已经快到了。温妮好奇的看着周围的景象，这还是他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天空飞行。虽然是被这么抓着，但是他也能理解，真龙一般情况下不会让任何人坐在他们背上。对于任何生物来说，后背都是禁区，因为如果有人要伤害他们会很危。萨隆突然停了下来，他飞到一处高崖上面停了下来。萨隆大人，怎么了？温妮疑惑地问道。前面有人类。萨隆解释道。真龙的感知和视力是所有生物中的佼佼者，温妮没有办法发现的萨隆早就看到了。在几分钟后，一个人类车队出现在了视野中，情况似乎不对劲。萨隆看着那个人类车队，上面都是金属做的笼子，里面关着很多长着兽耳兽尾的类人生物。美莎，还有莱拉、奥尔森、萨隆大人，他们都是我们部落的。温妮慌慌张张地说道。温妮，不要紧张。萨隆看着下方那些戒备森严的车队，这好像是人类的捕奴团。温妮冷静了下来。萨隆大人，求你帮帮我，救救他们。以前他们实力强大的时候，人类虽然有时候偶尔也会来骚扰一下，但是从来不曾得逞。而这次半兽人部落的战士很多都死去了，温妮也恰好外出，这才给了人类可乘之机。半兽人在人类城市中可是抢手货，妇女还有猫女都是抢手货。早就将半兽人看成自己私人财产的萨隆怒了。
这些家伙居然抓了这么多漂亮的兽儿娘。温妮，这些人类实力不弱，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萨隆猩红的眼睛注视着下面。拉托斯，这次我们抓了这么多的半兽人，一定能赚很多钱。一个身背巨剑的黑发银甲骑士向着旁边一个拿着战斧的战士笑嘻嘻说：“谁说不是呢？而且这一次有好几个极品。”战斧战士看着身后铁笼里面瑟瑟发抖的几个女性兽人说道：“平常这种货色可是只有在兽人王都才能见到的，没想到在这种破地方居然有这么多巨级。确实，但是我们也折损了不少人手，这些家伙还真难缠。”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随意说道：“美莎姐姐，好怕，我不想被卖掉。”一个长着棕色浣熊耳朵的兽人少女抱着一个兔耳少女的胳膊，害怕的说道：“他们的手脚上面都带着粗大的锁链。”贝拉，不要害怕，温妮姐会来救我们的。兔耳少女有着一双红宝石一样的眼睛，显得异常凝重。她表面上很轻松，但是实际上眼底深处藏着担忧。等下，我从正面攻击，你用你的天赋技能绕到后面，将那些车队守卫趁机解决掉，能不能做到？萨隆看着脚下的温妮，他本来想等到晚上了再偷袭，但是看这些家伙的进度，估计到不了晚上就出森林了。没问题。温妮双手各探出3只利爪，眼神中充满了杀气。萨隆没再说什么，而是直接飞了起来，向着车队袭去。靠着密林的掩护，萨隆到了树冠最高层。这种原始森林都是100多米高的大树，很好隐藏。看着车队最前面的2个战士，萨隆知道这2个应该就是押送的主力。破裂！在那2个战士一脸轻松的互相聊天的时候，萨隆直接发动了破裂技能。什么人？地面瞬间掀起无数根利刺，2人的反应很快，向着空中跳去。不过这正中萨隆下怀，只见他一口酸液喷下去，见人正打算用斗气覆盖身体来抵挡的时候，一声猛吼。2人感觉体内斗气一阵紊乱，有一瞬间不受控制，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酸液瞬间灼烧了巨剑战士的身体，他的半边身体几乎被腐蚀得不像样子。他那比起普通战士更加强大的身体，却成为了延长他痛苦的工具。一旁的巨斧战士用斧头宽大的斧面抵挡住了酸液。是黑龙，拉托斯救我！巨剑战士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但是他不想死，绝望地向巨斧战士伸出了手。但是萨隆不会给他们机会，他一嘴直接咬了下去。噗嗤！手持巨剑的战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萨隆咬成2截。萨隆的牙齿在破甲的加持下，轻易地咬穿了他那价值不菲的盔甲和他那坚硬的身体。他的世界瞬间变得一片黑暗，在最后的关头，他没有受太多痛苦。巨斧战士拉托斯惊怒地看着萨隆，这里为什么会有黑龙？还是这么一头古怪的黑龙？8级战士居然被这么秒杀了！赶快靠过来，给我攻击！施法者控制他的行动。车队中的其他战士立马也围了过来，在巨斧战士的命令下，向着萨隆发起攻击。萨隆没有在意这些人，他们的破甲奴无法穿破自己的鳞甲。这次袭击比他想象的更加顺利，2个8级战士瞬间就死去了1个，剩下的那个也被吓破了胆，只敢让这些普通战士来送死。噼里啪啦，几条粗壮的藤蔓向着萨隆抽来，这是捕奴团中的木系魔法师攻击了。萨隆顺着魔力波动的方向，将目光锁定了一个瘦高的男子。就在他想要冲过去解决这个家伙的时候，那个木系魔法师身边的空气一阵波动，一阵破空声响起，木系魔法师的脖子上出现了3道致命的爪印。不，该死的！拉托斯没想到居然还有偷袭者，还杀了最关键的人，正是猫女温妮出手了。大家不要怕，他只是一个青少年黑龙，我们这么多战士一定可以战胜他。今天就是我们成为传说的日子，想想吧，以后我们会是屠龙者。拉托斯大声说道。其他战士们从骚乱中回过神来。对啊，这头黑龙的体型并不大，我们可以杀了他的，我们都会是屠龙者。就在所有战士冲上来的一瞬间，拉托斯将自己的巨斧向着萨隆扔了过去，随后头也不回地跑了。开玩笑，这明显就是一头变异黑龙，这强壮的躯体，猩红的眼睛，还有刚刚直接秒杀了另外一个8级战士，自己这点实力怎么可能战胜？希望那些战士可以多拖延一下时间吧。萨隆看着逃跑的那家伙有点无语，这家伙慷慨激昂的他还以为又遇到之前那种佣兵队长级别的人物了。副团长跑了，他抛弃了我们。萨隆从空中直接落在了地面上，看着这些战士，他再次发动了破坏，地面上无数的土刺再次冲了出来。这些战士可没有拉托斯那种反应力和实力，在一片惨叫声中被刺穿了身体。萨隆对他们可没有任何的同情心，这种捕奴团实际上跟强盗没什么区别，他们在捕的奴隶并不只有类人种族，其他人类也是他们的目标，有时候甚至会屠戮一个村庄来杀人夺财。萨隆再次冲了出去，他的利爪尖牙都是最恐怖的武器，龙威肆无忌惮的释放。这些早就被吓破胆的战士内心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没过一会儿，现场除了笼子中的半兽人和温妮之外，没有了任何活着的生物。萨隆看向了拉托斯逃跑的方向，又看了温妮一眼就追了上去。他不会让那个家伙离开的，不然肯定是祸端，他逃不掉的。咔嚓咔嚓，温妮用尸体上找到的钥匙将铁笼一个个打开，一个长着一双雪白兔耳朵的白发少女迈着修长的大腿跑了过来。温妮姐，她红色的双眼中流出了泪水，抱住了温妮。美莎，你们受苦了。温妮抚摸了一下对方的长耳朵。温妮姐，温妮姐，我们快离开吧。那只黑龙逃出来的半兽人惊魂未定地围在温妮的身边。砰！只见一具残破不堪的尸体被扔在了地上，正是刚刚逃走的战士拉托斯。萨隆扇动着双翼落在了地上，他往前走了几步。这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兽耳娘啊，尤其是那个兔女郎，简直就是极品。那雪白的耳朵和头发，还有红色的瞳孔，看上去无比诱人。萨隆感觉这些都可以好好培养一下，光是看上去就那么舒服。如果好好培养一下，让他们跳一下前世那些直播软件里面的舞蹈，岂不是无敌了？是龙，黑龙，他回来了！顿时一阵骚乱声，半兽人
人们的神经瞬间紧绷了起来。刚刚黑龙大杀四方的样子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中。萨隆大人，请不要见怪。温妮先是对着萨隆行了一礼，萨隆随意挥了挥龙爪。对于兽耳娘，他还是抱有很大宽容心的。温妮站在一棵大树上，大声说道：“大家听我说。”他安抚了一下众人的情绪。这位是萨隆大人，一位非常强大的真龙。我现在已经决定成为萨隆大人的手下了。如果有不愿意跟我一起的，那么我可以送他一些财物离开蔷薇部落。温妮高声道。底下众人一时间面面相觑。我们蔷薇部落的处境，大家现在应该很清楚。没有强者的庇护，在这片森林中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温妮严肃道。萨隆看他这样子，感觉确实有那么一些领导者的特质。温妮姐说的没错，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投靠强者是最好的方式。这时，一个黑色头发、灰色耳朵的女性半兽人站出来说道。萨隆仔细辨认了一下，原来是只小狼女。我也愿意永远跟随温妮姐。美莎好奇地看了看，美莎也站了出来，我们也愿意。萨隆暗自点了点头，看来温妮在这里的威望很高。温妮，等一会儿沙达尔会派人来这里，你可以带着你的族人去落日森林那里暂时居住。现在你告诉我之前那个流星所在的方位。萨隆说道。他暂时没有理会其他的半兽人。萨隆大人，那个地方位置比较复杂，还是我带您去吧。温妮犹豫了下说道。还没等萨隆回话，一旁的那个兔女站了出来。温妮姐，还是我带萨隆大人去吧，大家现在需要你。美莎，那里很危险，别忘了我可是我们部落最厉害的医师，我会保护好自己的。美莎甜甜的笑道。那里有多么诡异，只有她才最清楚。温妮有点为难。温妮姐，你放心吧，有萨隆大人跟我在一起，不会有事的。美莎冲着萨隆甜甜一笑，两只兔子耳朵支愣了一下。温妮，你先去你们部落吧。最终萨隆还是带着兔女美莎一起去。他们越往里面飞就越荒凉，到处都是死去的植物和一些动物尸体。